这个男人叫灵药，他竟在古代谈生意。一瓶汽水在古代就可以换一个元宝，当现代的平凡之物，成了古代的无价珍宝。财富与机遇尽在掌握，两个世界，双重财富，他的传奇才刚刚开始。刚大学毕业的他，此刻只能依靠一根老冰棍来抵挡这让人发狂的高温。这天要热死人了，后羿是不是还留了几个太阳？冰棍都快成我唯一的解暑利器了。虽然房间里有空调，但我毕竟是合租，也不能偷偷享受。突然，灵药在吃冰棍的瞬间，竟然消失在了原地。等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然身处一个陌生的古代房间之中。卧槽，这是哪？这是中暑产生的幻觉吗？什么鬼？我怎么突然到了这种地方？绝对是幻觉。这屏风真白啊，美，实在是美的很啊！中个暑居然都能产生如此奇妙的幻觉。这难道是？这手感居然还有香味，真是牛奶香啊！突然，屋外传来了清朗悦耳之音，灵药吓得心里一哆嗦。姐姐，我来给你擦背了。完了，偷窥被抓个正着，就算是幻觉也会被打死的吧？我要回家。念头刚起，灵药突然消失在了原地。下一秒钟，屋门被彻底推开，一名与正在洗浴的绝色姑娘相像的少女走了进来。这是何物？方才似乎有人来过。有人来过？怎么可能？真的有人来过，我的肚都没了。可恶，这是哪个登徒子干的？我逮住非要给他一剑。下次洗澡或者疗伤，还是让我在旁边守着吧，免得再遇见登徒子，实在是有些危险。你手上拿着什么？不清楚，应该是刚才来过的人所留下的，看起来像是冰块，但是这冰块居然还是甜的。姐姐，你尝尝，我从未吃过如此好吃的东西，冰凉甜爽，似是能解暑呢。可这个月份里想要用冰块消暑，就算大户人家也根本用不起啊，只有皇室贵族才能有冰窖来储存冰块吧。居然可以让本应该毫无味道的冰块都变得如此之甜。那个刚刚悄无声息的潜入进来，并且偷走了我肚兜的不速之客，究竟是什么来头？灵药回到了熟悉的客厅，然而心中却满是复杂的情绪，那股怅然若失的感觉让他无比失落。原来真的是幻觉啊！早知道这样，刚才为什么要那么小心翼翼、偷偷摸摸的？至少也得上去摸两把吧。卧槽，这是真的吗？见了鬼了！他平复了一下心情，回想之前的举动，弄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之后起身去冰箱里又拿了一根老冰棍。我靠，真的又回来了！我是真的获得了穿越的能力，而且还能自由往返，这可牛逼了！原来是在一个四合院里，这世界看起来有点意思。这空气除了清新，居然还有馨香，太神奇了吧！你这登徒子居然还敢回来！卧槽，什么情况？刚刚这里还没人呢，没想到那香味居然是他身上的。姑娘，你别害怕，我不是坏人，这里应该是你家吧？偷看我洗澡的那个人就是你吧？说为什么偷看，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今天就得西瓜落地。卧槽，这娘们有点虎啊！误会，我是第一次下凡，还不太熟练，所以没掌握好出现的地点，绝非有意冒犯姑娘的。我也是神仙，怎么可能做出偷窥这种无耻的事情呢？下凡，这说来话长，总之你可以把我的出现当作是天庭对我的考验，具体的情况有些复杂，咱们以后再聊吧。你先跟我说说眼下凡间是个什么样子，如何？不应该啊，看着娘们应该挺好忽悠的。哪来的骗子，还想忽悠老娘？再给他个解释的机会，反正是在我家不满意就给他绑了，告他各私闯民宅。你有什么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吗？你指的是什么？这玩意算吗？这东西叫冰棍，是天庭的一种零食。啊，我的肚兜，又是这玩意，一个甜冰块又想忽悠我。冰块有用的话还要衙门干什么？那传说天庭上的神仙都有千里眼顺风耳的本事，如果你能证明自己可以做到的话，我就信你。这娘们心眼子还不少呢，有点东西，但不多。姑娘，我也不瞒你，这凡间和天庭有着仙凡之隔，想要下凡就得让自己变成肉体凡胎。所以你说的这些本事呢，在天庭当然没问题，但是在凡间的话，我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我知道，无论说什么都很难让你相信，所以我这就回天庭一趟，做点准备，然后再回来给你展示展示相应的本事。快走快走，忽悠不动了。随后灵药便凭空消失了，女子被这一幕震惊地瞪大了眼睛，确定她真的消失了。这竟然真的就这么不见了？这天底下真的有神仙存在吗？灵药回到卧室后，立刻开始翻箱倒柜，
证明自己神仙身份的东西。那就这个吧，忽悠忽悠应该是可以的。这穿着是不是也得换换？这么回去会拉低地位吧？得好好收拾一下。看来这穿越确实只需心念转动就行，而且遵循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出现的原则，太神奇了。仙凡有别，我下凡后神通受限，但可以通过法宝来重现神通，这就是法宝。你试试，这个除了不能看太阳，其他都能看。这太不可思议了，感觉都近在眼前。我操！我难道真的是错怪他了？我应该去道歉吧。女子从屋顶跳下来，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请上仙收回法宝。虽然小女子依旧有些想不明白，可是上仙所说，小女子愿意相信。之前小女子多有冒犯，还望上仙不要怪罪。怀疑是正常的，这件法宝你留着吧，送给你了，就当是见面礼。送给我？不行，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这娘们不老实，想要就直说呗，在这演上了。灵耀试图让她收下望远镜，然而女子却因觉得太过贵重而拒绝。还请姑娘收下，不要跟我客气。主要是我接下来可能会打扰姑娘相当长的一段时日，若不送一些见面礼的话，我这心里会过意不去的。我只是凡俗之人，怎能将天庭宝物据为己有？此为大不敬，会遭天谴的。那要不这样吧，你也回我点你们这里的土特产，让我带回天庭去送给朋友如何？凡间的东西对于天庭来说虽然没什么用处，可起码能看个稀奇，毕竟凡间的东西天庭又不会产出。灵耀继续趁热打铁，讲述法宝对他的意义以及承诺后续报酬。你快收下吧，这玩意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而且天庭安排我往来凡间是对我的考验，我若是想要完成这个考验的话，光靠自己肯定是不行的，总得有凡间之人愿意真心帮我才有希望。所以你也可以把这东西当作是我给的定金，如果真能帮我完成考验，那不只是这件法宝，我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法宝都能拿出来作为报酬的。你是我下凡后见到的第一个人，答应我吧。想起之前的肚兜，脸一下红了，然后鬼使神差地收下望远镜。小女子宋思晴，不知上仙名讳，该当如何称呼？在天庭的仙号就不提了，我成仙之前俗名灵耀，想怎么称呼都随你，我这边无所谓的。不过我是神仙这件事，还请宋姑娘替我保密，也尽量替我打掩护，不要让我的身份泄露出去，否则会非常麻烦。请林公子放心，不过林公子最好还是换一身打扮。您这天庭的装束和眼下常见装束完全不同，若是和外人接触的话，会引人注意的。另外，林公子您下凡，您云游到此，目的为何？小女子又有什么能够帮到林公子的？还望林公子明言。小女子愚钝，一时间全然想不出能帮林公子什么忙。别太客气，听着很别扭，你把我当朋友对待就好。衣装的事情，这恐怕得麻烦宋姑娘了。天庭着实没有凡间的衣裤，至于说宋姑娘能帮我什么忙，说来惭愧，我对目前凡间的事情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所以宋姑娘能不能先帮我讲解一二？这里属于一个名叫北周的国家，幅员辽阔，下辖七府36郡，而宋家所在的位置便是东山府长乐郡内的九玄山脉，处于一个巨大的山谷之中。村落的名字就叫宋家村，平日里在山谷内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但每半个月左右，村子会组织人手外出一次，带着在山里面寻到的那些山货，以及偶尔狩猎的收成，去最近的集市交易，换取盐巴、部分粮食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北周是个什么鬼？眼下这个北周明显和历史上那个北周没有任何关系，这和我所知的历史完全不同啊。除此之外，这个世界有真正的武林高手，修习武道，突破肉身极限，是这些人在不断坚持的道路。武林太扯了，我会不会被打死啊？我这是穿越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用现代药品拯救古代发烧的孩子，壮汉居然把我当作神仙，连连磕头感谢。在发了一会呆后，突然有了个关于穿越本质的大胆想法，但随之又陷入了更多的疑惑之中。林公子，你怎么了？没事吧？没事，只是想了一些事情。算了，先不想别的了，还是先搞清楚目前的情况，寻找赚钱的机会才是关键。随后，他就开始畅想自己在两个世界之间倒买倒卖，走向发家致富的道路。林公子，我们宋家隐居在此，实在没什么好东西，只有这点山货，希望公子务必收下。这里面都是什么？是虎皮，外加3根犀牛角而已，算是山货里比较不错的东西了。虽然和公子的千里眼没法比，但确实是目前家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让公子见笑了。这一根犀角就得10年，3根，这些带回去少说的牢底坐穿吧。宋姑娘，这回礼着实非常贵重，不如我只拿一个犀角吧，其他的宋姑娘完全可以带去最近的城镇里换取银钱。给我换点银钱多好，到哪都是宝。万万不可，用这些作为回礼已经够寒酸了，如何还能再拿回去？而且这些东西其实就算是拿到附近的城镇去卖，也卖不了几两银子的。
与其拿去城镇卖掉，便宜了那些狗商，还不如送给公子，请公子勿要推辞，不然的话，公子的千里眼唯有物归原主了。林耀正准备和宋思琴再交流几句，四合院外忽然一字的叫门声听起来非常相似。宋姑娘，快开门！快开门！有衣服！只见一个男子突然冲了进来。大小姐，石头他一直高烧不退，额头实在是太烫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我怕他撑不住了。是昨天被野猪顶伤后引起的热病吗？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吧。伤口在小腿，我看不算深，只是止了血。结果昨晚就发烧了，今天依旧高烧不退，这可如何是好？莫爷爷外出采药，谷中只剩他的2位徒弟，他们都束手无策吗？他们哪有莫老的本事？给石头号了脉，就摇头说治不了，真没办法了。我只能来求大小姐您，石头再这么烧下去，肯定挺不住的。在医术不发达的古代，生与死往往只是一线之隔，普通的热病却让一个家庭面临了无法承受的痛苦。随后他看向了林耀，即便下凡后受限，依然是仙人，他或许能施展神通，挽救这条小小的生命。林公子，不知您能否出手救一救这个孩子？若您有任何要求，我一定竭尽所能满足。我可以试试，但不敢保证一定有用，毕竟我拿来的东西可能会有些限制。我懂，林公子愿意出手，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行，你们在这儿稍等，我去找找有没有合适的东西。大小姐，这位林公子是何来头？我以前怎么从未见过？他就这么直接进了您的闺房？林公子是我之前在江湖中游历时认识的友人，他非常有本事，所以我很佩服他。最近他刚好云游到了长乐郡，便专门过来看望我。所以大小姐您这是要招姑爷了？什么姑爷？别瞎说，林公子是何等样人，我怎么可能配得上人家？大小姐这是说的哪里话？咱们虽然隐居山谷，可就凭大小姐的相貌武功，真要招姑爷的话，那还不是随便挑。再如此言语失当，我便要动用家法惩戒了。石头还等着林公子施救呢，你莫要在这里胡说八道。还有，记得对林公子恭敬些，要像是在对待我和妹妹一样的去对待林公子，收起你的莽撞脾气，万勿有任何怠慢失礼之处，听明白了吗？大小姐您放心，他要是真能把石头给救回来，那您就算是让我把他当亲爹一样供了都成。穿越的一些特点和限制还需要继续摸索，这次救人也许是个机会。穿越得确保安全和私密，不能被人发现，而且携带物品似乎和我的力气有关。妈，我很好，你放心吧，已经找到工作了，下周一正式上班。找到工作了就好好干。对了，小飞一直想着要去看看你呢，机票已经买好了。小飞要来，我跟人合租的2居室，哪里还有多余的房间让他住？那你这当哥哥的去想想办法吧，你可得好好照顾他，他可是为了见你才大老远跑过去的。今晚10点到望海，记得去接他。今晚10点到望海？他都18了，跟我住一起像什么话？暑假了想去哪玩不行？为什么非要跑到我这玩？靠，电话挂得真快啊！要是他真的来了，我要么得睡客厅，要么就在自己房间里打地铺。我靠，这平价酒店1晚也得300，2个月下来得花小2万块钱。如果我有这么多钱，还用留在这工作，早就回家乡当个啃老族，多自在。你好，我想买些退烧药和消炎药，孩子发烧了，而且腿上有伤。孩子腿上有伤，那得去医院啊，吃药治不了伤口，还得去医院处理。哎，情况有点复杂，没法去医院，您能帮我推荐些药，退烧的、消炎的就行。这个是退烧药，还有点酒跟纱布，怎么用看看说明书吧。林耀飞快地付了款，匆匆走出药店，售货员盯着他的背影，眼神充满怀疑。这年轻人看起来不像坏人，可是情况特殊，不能去医院，会不会是……越想越不安，立刻拿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天庭的宝物虽强大，但落入凡间，真的能发挥同样的效力吗？林公子，怎么样？可以治吗？这个瓶子里的药，每次只需1片，这药每3个时辰只能喂1次，1天最多3次。这瓶子难道是天庭的仙瓶？那药岂不是仙药？根本就是无价之宝。林公子为了石头，竟如此慷慨，如此大的恩情，拿什么还？大哥，这么使劲干啥？你跟你儿子有仇吗？操实的很，没那么娇贵，就这么馋吧。馋这么紧，影响恢复，你不去当兽医都可惜了。退热了，真的退热了，神药啊！我儿子有救了。林公子救我战家血脉，恩同再造，请受我一拜。
不必如此，快请起。记住我跟你说过的用药方法，千万别记错了。接上集，只因商家怀疑林耀家有逃犯，报警后导致林耀被治安突加检查。今日多谢林公子相助，战八方之子是我看着长大的，林公子为救他取来诸多灵丹仙药，此番恩情我铭记于心。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这是什么？这是筑基丹，能让没有武道天赋的人晋级武道一品，还请林公子不要嫌弃。这个礼物我很喜欢，虎皮犀角加上这筑基丹，等于直接赢2次，反手一个超级加倍，闷声发大财。那我服用了这筑基丹晋级一品，后续想要继续提升的话，会变得困难吗？我不太清楚，筑基丹实在是太少见了，我从未接触过服用了筑基丹的人，并不知道服用了之后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那好吧，我先回去了。明天如果有空，还请带我转转村子。你送我的东西，我都非常喜欢。我还是搬去妹妹的厢房吧，免得半夜里林公子忽然下凡。这些好东西却成了烫手山芋，在这里根本没办法处理。林耀来到卫生间，小心翼翼地拿出筑基丹，凝视片刻后，毅然放入口中咽下。随着筑基丹进入腹中，一股燥热的感觉瞬间涌遍全身。这是筑基丹的效果，真是太神奇了。就是这里了，开始吧。别敲了，这就来。听起来里面有人，看样子对方是不打算配合了。谁踹老子家门？给我过来！3名警察的突然闯入，让林耀措手不及。你就是林耀，为什么不给我们开门？你们这是几个意思？林耀心中充满了怒火，在真理面前却也保持冷静，试图了解事情的原委。我们刚刚接到群众举报，你这里可能窝藏了逃犯，我们现在需要对你的住处进行搜查，希望你能够配合。窝藏逃犯？你真是搞笑！你查吧。不一会，女警拿着玉盒走出卫生间，质问起来：“这个玉质盒子是谁的？原本用来装什么？”在我家肯定是我的，里面什么也没有。女警的试探并未让林耀露出破绽，她只能直截了当：“搜索的差不多了，我去卧室再看看。”女警进入卧室，林耀突然心头一震，想到了藏在床底下的虎皮因犀牛角随后往下脱落。我靠，完了！房间没发现问题后，女警准备检查一下床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虎皮和犀角凭空消失，进入亚空间。没发现其他问题，看样子是误会了，很抱歉打扰了，门是我踹坏的，我会赔偿的，加个好友吧，我叫夏子秋，我去买个新门过来给你安装。别忘了还有我的桌子，加个好友吧，我10点要去机场接人，尽量9点前把门换好，我室友常加班，怕太晚家里没人。随后夏子秋带着2名男警离开，直到走远，他才长出一口气，心中放松了下来。刚才那能力到底是什么？我得尽快掌握才行。喂，谁啊？你好，林先生，我们是来安装防盗门的，家里有人吗？有人。那我们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过去。这个门大概多少钱？门钱已经有人付过了，用的都是电子锁，一共2万3呢。行，那你们快点吧。得知价格，随后立马给夏子秋发出了消息。靠，什么叫便宜的很？家里东西都没这个门值钱，有钱人都这么枯燥吗？奶奶的都是投胎做人的，为啥你就能生得这么优秀？随后脑海中闪现出夏子秋那无敌有钱的形象，他几乎看到了一座金山。美女，我不想努力了。那等我下班，一会细聊吧。很快下班时间到了，夏子秋开着他那辆炫酷的跑车风驰电掣般来到了林耀的小区楼下。你的门装好了吗？刚完事。那正好，下来吧，小区门口等你，把那个玉盒也带上吧，有点事跟你说，顺路带你去机场。不一会儿，林耀走了过来，夏子秋笑着朝他挥挥手，随后林耀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跑车疾驶在马路上，夏子秋几次欲言又止，他偷偷瞥了一眼林耀，心中盘算着如何开口。那个林耀，那个玉盒你带了吗？怎么了？还想再看看？我就是好奇，那个玉盒看起来挺特别的，能不能给我讲讲它的来历呀？那玉盒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说是用了非常珍贵的玉种，他说这个玉盒会给我带来好运。夏子秋心中开始对玉盒愈发感兴趣。那林耀，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个玉盒，你能不能把它卖给我呀？你放心，我肯定会给你一个合理的价格，不会让你吃亏的。林耀有些惊讶，他没想到夏子秋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心里正盘算着赚他多少合适。想买玉盒，那得看看你有多少诚意了。那我出100万怎么样？这诚意够吗？这出手有点阔绰啊。钱不钱的不重要，就是想交个朋友，所以钱不重要，反正都是朋友，
给朋友打个折也算正常吧？那就50万。那你这么说，显然你这诚意不够大，看来这宝盒跟你缘分不够高。价格不是目的，但价格是一种诚意，对吧？随后在两人的一番讨价还价之下，两人以200万价格成交，并当场转账。林耀赚得了第一桶金。不愧是家里有矿之人，请人恐不如斯。随即拿出手机给公司 HR 发来的消息，告诉对方自己改了主意，不打算过去上班了。车子已然行驶到了机场附近。就在此时，夏子秋的手机突然急促的响了起来，随即接起了电话。上哪去了？一会回来开会。实在不好意思，单位那边突然有点事需要我去处理，我就不能送你回去了。没事没事，你能送我到这儿已经非常感谢了，你快去忙你的吧，工作要紧。随后林耀坐在机场门口等候，感觉真爽，这就是有钱人的感觉嘛。接上集，接回妹妹后，他毫不留情地霸占了卧室。无奈之下，林耀只好去酒店开房偷偷穿越，却没想到被他跟踪，误以为林耀走投无路去当了鸭子。此时一个身影却已经冲到了近前，纵身一跃，直接跳到了他的身上，随后立刻感觉到脸颊被对方用力地亲了一口。哥，我想死你了，你可真够狠心的，毕业后直接留在了望海，也不说先回家看看我。大庭广众的，快松手，都是18岁的大姑娘了，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也不嫌丢人？哼，我不抱自己哥哥有什么丢人的？由于你毕业后不先回家看我，导致我很伤心，所以惩罚你把我抱回去。别闹，你这么沉，我怎么抱得动？已经很晚了，坐地铁回去还得1个小时呢。乖，我给你拿行李，咱们回去再说。我才95斤，哪里沉了？不抱也行。那你今晚必须哄我睡觉。在经过一番艰难的谈判后，终于哄下了这位小姑奶奶，坐上地铁，一路顺利的回到了租住的房子。此时已经接近晚上11点，室友张敏还没有回来，这种加班对她来说已经是常态。小飞，我最近赚了点钱，咱家的生活条件改善了些，你之后住这儿是不是有点不方便？要不明天去住酒店吧？住酒店有啥不方便的？我就要跟你一起住，赶紧在卧室打地铺，否则我就哭给你看。随后气冲冲的转身回房，这气势让他一时哑口无言。回到房间后，林飞突然发现床上的那个白色肚兜。哎呦，可以啊，老哥，原来你喜欢这种复古风。我操，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行，我知道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次日早晨，此时夏子秋发来了消息。你那个玉盒究竟是从哪搞到的？我爷爷说那玉盒属于罕见的极品，我给你200万是占了你大便宜。那是我朋友送我的。得了吧，之前我是懒得拆穿你，这种东西谁会送人？狭隘了不是，钱财不过身外之物罢了。身外之物，身外之物，你之前还跟我讨价还价。既然200万是占便宜，不如再补我点，免得你于心不安。我爷爷说这不是钱的事情，所以他邀请你去我家做客，你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随时吧，这明明就是钱的事情。你醒了，早饭自己买着吃，这1万块算是这2个月的生活费，你吃好喝好，我去上班了。随后林耀快步走向酒店，准备开个房间偷偷穿越，但没想到妹妹却偷偷跟在后面，目睹了一切。什么工作需要在酒店开房？难道哥是在当鸭子？他是为了家里的经济压力被迫去当鸭子吗？难怪突然对我这么好，还给我钱花。不行，我要去打工，哥哥都这么努力，我不能落后。林耀完全不知道自己被妹妹跟踪，只想着找个安全的地方穿越。当林耀看到床上宋思晴为他准备的衣服，立马换上准备出去走走。随后打开屋门，便看见宋思晴正在院子里练剑，剑法如风。林耀看得有些入迷。佳人剑影轻舞，四方皆动韵悠悠。林公子过誉了，这只是寻常练剑而已。今天没事，我带您去村里走走，熟悉一下吧。那就有劳宋姑娘了。宋家村虽隐居深山，却井然有序。村民们对宋思晴的敬意，让林耀心中充满了疑惑。大小姐好，辛苦了。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尊敬你？因为这里是宋家村，村民都是宋家的旧部后裔。他们都是你们家族的仆人吗？是的，他们的祖辈曾是我家先祖的血位，如今守护宋家已有几代人了。我太爷爷曾是前朝封王，末年战乱，终于王室的宋家被各方势力围剿。太爷爷带领宋家血位突围，逃入这座山谷。那些曾经效忠宋家的血位，为保护宋家血脉代代相传，如今他们的后代仍生活在这里，守护着这个村庄。所以现在这些村民都是血位的后代吗？正是如此，他们的忠诚从未动摇，守护着我们的秘密。恐怕不只是这样吧。不瞒林公子，这不是放弃，而是在等待时机。现如今，三国虽然表面上和平，但暗地里互相备战，导致百姓日子越来越艰难。只是时机还需再观察。就在两人交谈之际，远处传来一阵骚动，随后为首者跪在宋思晴面前，满脸悲愤：“大小姐，镇子上的粮商太过分了，他们给的价格不到往年的1半，我们没换到粮食，请大小姐责罚。大小姐，我们去永平镇找周员外换粮，他说今年东山府粮价上涨，说什么不能按以前的价格给我们换，虽然涨价是实情，
可他定的价格简直翻倍，我们能换回的粮食只有往年的40%。其他粮商呢？镇上难道只有那周员外吗？大小姐，其他粮商也都一样，他们早就联合起来了，不管我们找谁，给的价格都更低。咱们谷里所有的山货能换回的粮食远远不够啊！啊，又是我？那你们缺多少粮食？你是何人？我们缺800担粮食，你难道凭空能变出来吗？这可不是小事，800担粮食岂是你说有就有的？叶无痕的言论明显激怒了宋思琴，瞬间火气上涌。怀疑是合理的，毕竟不是小数目。虽说我不是本地人，但我不会让你们挨饿的。此时叶无痕独自站在院外，他不敢带着其他村民上前，心中充满忐忑。虽然他顶撞了灵药，却依旧觉得自己的怀疑没有问题。躲在外面干什么？刚才顶撞的胆子呢？给我滚进来！你和战八方，你们的太爷爷是我太爷爷的左右手，所以到了咱们这一辈，我同样视你们为父亲。但你今天的表现让我失望。大小姐，我担心您被骗，他不是说要帮我们解决缺粮问题吗？可为什么不见他行动？林公子那人真的值得信任吗？他有他的办法，你不该质疑他。以后面对林公子，必须像面对我和妹妹一样恭敬，明白吗？是，大小姐。夜幕降临，宋思琴独自站在院中，望着灵药的房间，心中满是希望与隐隐的期待。接上集，为了让宋家村摆脱奸商对粮食的压价，灵药决定前往现代市场为村子供应粮食。灵药穿越回酒店卧室后，坐在床上思考起接下来的打算。得先解决粮食问题，9万多斤可不是小数目，还得有个地方放这些粮食，而且得没有监控才行。随后，他拿出手机浏览仓库信息，很快就相中了一个位于偏远地段的旧仓库。紧接着，灵药联系到仓库老板，并预约了时间，之后便打车直奔仓库而去。小伙子，就是这件了，你看看吧。仓库里没有货架，没有托盘，除了一个仓库厂房外，就还剩一个破自行车，但这完美的匹配了灵药的需求。挺好，啥也没有，不过这么破，价格应该还能压吧？哥们，你这仓库我说实话，和别的相比，根本没有任何优势，但我还是一眼就看上了。小伙子，你打算出多少钱呢？1年1万行不行？我直接付1年的租金，现金。老弟，你是不是小黄鱼逛多了？你这哪是砍价呀，简直是在砍人啊！大哥，你也能看出来，我还是个学生呢，能不能给便宜点啊？用学生证来砍价，这可是300平的仓库啊！你上哪去找这么低价的仓库？一口价1年2万5，而且必须一次性付清，同意的话就签合同，不同意就拉倒。老板1分钱不给降，灵药最终同意以2万5的价格租下仓库。那大哥，仓库都租好了，您就顺便把我送到粮油市场呗，我得去给仓库里添点货呢，能省点是点吗？靠，这小子啥好事都想占，我还有事，这样，那自行车送你了，你骑那个吧，我先走了。就这破车。随后，灵药骑着不知道多少手的破自行车直奔市场。望海市的粮油批发市场，虽是上午，市场内却已经是一派繁忙的景象。灵药推着自行车进入市场后，看中一家规模看起来不大不小，但目前并没有什么生意的商户。老板，米面怎么卖？最少500斤起步。500斤太少了，我起码得买个10万斤。10万斤？你在说笑吗？你看我像笑话吗？你要是没这么多货，我可走了。哎，小伙子，你别走，有都有。咱这批发一般是先款后货，你带够钱了吗？当然，全要散装，给个10成价。合适我就在你这儿买了。听完店主报价，灵药一算，宋家村人均月生活费才40块，顿觉异界生活太过凄惨，连连摇头。店主却误以为灵药在嫌贵。老弟，我没坑你，真的没有降价的空间了，价格透明，运输卸货我承担，好吧？灵药闻言，顿时怔了下。我需要10万斤大米，4万斤特2等面粉，4000斤豆油，2000斤食盐和白糖。在货款支付成功后，态度变得无比热情，立刻联系起了运输的车辆和装卸人员。在几名装卸工从库房里将粮食往货车上搬运的过程中，店主主动监工，保证干活仔细。随后，货车一辆辆的开到刚刚租下的厂房，仅仅用了之前装车2/3的时间，小山一样的货便尽皆被搬进了仓库里。送走工人后，灵药开始往异界搬粮。由于随身空间不够，将近100趟的往返让他感觉有些蛋疼。虽然正常情况下足够用，但在这种大规模运输中显得尴尬。此时，叶无痕神情焦躁，其他人则站在一旁忧心忡忡。宋思琴稳坐在大门口，为了保护灵药的秘密，只能在门外等候，确保安全。大小姐，林公子今天还能回来吗？他会不会只是说说而已？他既然答应了，就肯定会解决的。旁边站着的几人面面相觑，自家大小姐竟然对一个外人如此推崇和信任。咱们可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旁人身上，粮食不够，这可是关乎村子生死存亡的大事。现在做事必须谨慎，切不可意气用事。严夫子，从小到大，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何曾意气用事？以前没有，但未来未必。
若您真希望与那位林公子成亲，也希望不要影响判断。此时，聚集在四合院门口都察觉到了院内突如其来的动静，动静古怪，时而扬起，时而沉寂，仿佛有人在不断出现又消失。院子里发生了什么？应该是林公子回来了。各位，我只说一次，林公子是我在江湖上认识的奇人，关于他的奇特之处，务必不要深究。但他还没做什么，粮食问题怎么解决？正当众人疑惑时，四合院的大门被拉开，林耀一脸得意地走出。粮食已经搞定了，有点多，堆在院子里了。你最好现在就召集村里人发放。粮食搞定了，近千担的粮食怎么可能？随即立马进入院内，他的惊呼引发一阵骚动，其他人紧随其后，纷纷闯入院内，随即被眼前的景象震惊。看到精良的粮食，脸上不禁浮现出欣喜之色，他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的误解有多么可笑。原来这就是不要深究的意思。如果不深究就能得到这么多粮食，那谁敢深究，我就打断谁的腿。认过错之后，叶无痕开始查看这些粮食，面粉引发他强烈的好奇心。这居然是精米精面，和贡米贡面比起来也毫不逊色。拿去换糙米，1斤起码能换10斤。叶无痕好奇地拿起一包白糖，心中忐忑。这是白糖，我竟然能见到白糖。他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甜美的滋味让他瞬间震惊，仿佛捧着无价之宝。林耀站在一旁，不明白他为何如此激动。林公子，白糖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平时根本见不到，您能弄来这么多白糖，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看着眼前的情景，林耀的心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也许可以整点白糖卖一卖。随着物资的分发结束，村民们对林耀的态度显得更加亲切。大小姐能在江湖游历时认识林公子，这是老王爷在天之灵庇佑啊！能认识宋姑娘，应该是我三生有幸才对。既然如此，相识即是有缘，你们又互相欣赏，那准备什么时候成亲呀？宋思琴听闻立马羞红了脸，本能的便拉着林耀跑出了四合院。严夫子为老不尊，喜欢开玩笑，林公子不用放在心上。哈哈，没关系。其实我有件事情需要你们帮忙，我那边需要金子，想请你们帮我去镇上售卖一些白糖，不知是否可行？镇上的富户就那么几家，所以只在镇上卖白糖的话，肯定会被那些无良奸商压价。一会让无痕去问问看吧，他本就经常负责村子和外面的交易往来。行，那就宋姑娘帮忙安排了。话说宋家村的良田看起来面积不小，这些地攒不下粮食吗？实际精耕的只有一半，而且武者数量太多，粮食消耗量大，我们需要在山里补充，武道境界才是我们的根本。若放弃了习武，我们就真的要变成农夫了。原来是这样，放心吧，以后你们不需要再为粮食问题苦恼。对了，宋姑娘刚才说到习武，我希望能学习一些功法武技，顺便看看能否进一步提升境界。宋思琴闻言倒是没有直接点头，想了一会说道：我有一套适合的功法，但修炼极难，如果林公子真要学，得做好准备。容易的也有，但瓶颈有限。那肯定是选好的，我只管努力，其他的交给天意。既然如此，我这便将功法传授给你。此功法名为天道无相功，若能大成，或可迈入宗师之境，但若急于求成，心性不稳，甚至可能走火入魔。当然，林公子你是神仙下凡，这种情况应该不至于发生。我靠，真神仙肯定不怕，但我是冒牌的呀。接下来我要传授给你的是相匹配的武技，此武技名为龙拳。随着他的传授，强行灌入的武技功法让林耀瞬间感觉有些头晕脑胀，这就是所谓的醍醐灌顶了吧？传授完功法和武技后，林耀默默起身，心中回想着龙拳的运气，猛然挥拳而出。卧槽，就这威力也不行啊！拳是绵软无力，无论速度、力量还是变化都很糟糕。不过初学者有这样的表现也属正常，要记得勤学苦练，越是高深的功法武技，想要有所提升便越是困难。放心，我会努力修炼的，不然岂不是太丢神仙的脸了？天上还会有其他神仙下凡吗？不会，我是唯一被允许下凡的。太阳完全落下，天色逐渐昏暗，俩人一同回到四合院后，林耀直接进入厢房，回到了现代。无痕，你晚上吃过饭后，连夜往长乐郡城赶，挑一些白糖作为样货，争取明天太阳落山前回来。是。叶无痕走后，宋思琴从怀里掏出一个望远镜，递给了严夫子。此物是林公子送给我的，有近乎千里眼之能，请严夫子用用看。就在宋思琴用那望远镜刷新严夫子的三观时，林耀已经返回酒店的房间。随后他尝试运转内力时，总感觉受到干扰，但并未在意，便离开酒店回家。刚到家，就见室友张敏和妹妹在客厅谈笑风生。你那是什么表情？今天是周末，我都连着加班半个月了，我早点回来怎么了？行了，你们兄妹俩聊吧，我得赶紧补补觉。待张敏走后，林飞的脸上瞬间阴云密布，仿佛暴风雨即将来临。回屋，我有话要跟你好好聊一聊。
你知道自己错了吗？什么玩意？我错什么了？怎么，你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哥，我知道家里条件不好，让你压力大，但无论如何，你不能去干那种工作吧？哪种工作啊？我干什么了？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吗？你去酒店的事我都看到了，你居然会选择当鸭子。我在附近的快餐店找了一份暑假工，虽然时薪不高，但足够我这2个月的花销了。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工作没违法，你放心。我的好哥哥，乖乖站在那，不要乱动。一阵闹剧过后，林耀坐在床上，一脸精神不振。妹妹以为哥哥是因工作到身体透支才这般模样。老哥，身体最重要，不要太拼了。说话的同时，直接脱下衣服，露出了粉色的肚兜。知道你喜欢这种复古风，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看？咱就是说，你穿上之后很像哪吒，你知道吗？滚！第二天一早，林飞就急匆匆地出门上班去了。林耀吃过早饭后，再次来到酒店准备穿越。此时夏子秋发来消息，为什么昨天下午打电话你不在服务区？你干嘛去了？我经常忙，联系不上是常态，有急事留言，我看到了就回复。联系不上是常态，你干啥违法犯罪呢？我爷爷这周末有空，中午跟我回家吃饭。简单说了几句，随后直接穿越至异界，看到宋思琴后便问道：我在天庭里修炼完全没反应，只有在这才能修炼，正常吗？这是凡间的功法，天庭自然无法修炼，你必须化为凡胎才能继续修炼。原来是这样。对了，你之前送我的筑基丹的盒子是什么材质？我朋友对它很感兴趣。究竟是什么材质，我也不太清楚。那个玉盒是莫老准备的，能确保筑基丹维持效果100年也不会变。这效果也太厉害了吧？难道它还有其他用途？我靠，感觉卖便宜了，亏了亏了。正当林耀感叹盒子价值的时候，严夫子急匆匆走了进来。林公子，您来了。大小姐说您会来，我特意来等您。这神物我看过之后，一宿没睡。您还有没有更多的千里眼？它的价值不可估量。接上集，在严夫子的催促下，两人同意结婚。没想到小姨子得知后却要动手。林耀看了看严夫子，仔细地组织了一番语言。严夫子，你手中那千里眼不过是我众多本事中的一小部分，不值一提，想要多少都没问题。我在想，或许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让村子里的土地产出提升，这不仅能让大家的生活改善，还能实现老王爷的遗志。真的可以吗？你有什么计划？教你们一些方法，让你们自己去生产以前未曾想过的东西，比如用我的方法耕种，亩产再翻2-3倍不是问题，但这需要大家的支持才能实现。林耀的自信让俩人直接傻眼。你需要我们村子的怎样支持，请尽管吩咐，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林公子，你的无私让我深感不安，所以请你娶了我家大小姐可好？成了亲，我们便是一家人，一家人之间有这样的无私帮助才算正常。他偷偷瞄了宋思琴一眼，发现他虽然脸红，但似乎对严夫子的提议并不排斥。如果能成亲，我自然非常乐意，但我的情况有些特殊。大小姐已20岁，不能再等了。那我两个先单独聊聊。你知道我的情况，我不能在凡间久留，可我想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只是觉得我是个凡人，自己配不上你。神仙又怎样？到了凡间同样是个凡人。若我们成亲，你就是我的娘子，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原以为会一直熬下去，甚至可能出家，没想到让我遇到了你。那咱们是达成共识了，我这就喊严夫子进来筹备成亲事宜。没那么麻烦，我们宋家村不拘泥于官府的礼节，我去算个良辰吉日。就在严夫子转身准备离开时，一道巨大的黑影突然出现在门口。我操！见过二小姐。见过严夫子。不用多礼，二小姐快去见见你的姐夫。说完，严夫子匆匆离去，留下林耀与小姨子面面相觑。你就是之前偷看我姐姐洗澡的人。他怎么猜到的？那是个意外，你可以去问你姐姐。多说无用，等徒子看招。就你这点水平还想娶我姐姐？我看你是想吃天鹅肉。我靠，老妹，你不讲武德偷袭是吧？怎么叫偷袭？我不是说看招了吗？那我也试试看招。那是龙拳，他竟也会？难道说？切，就你这点水平，还是回家多练练再来吧。我承认你很厉害，但是男人不能说不行。唉，林公子，差不多得了。论功法，你是打不过我妹妹的。我正好想要看看差距有多少。都说了，就你这点水平，
还差得远呢。不过既然你也会龙拳，就说明我姐姐已经认可你了。这个功法我们不会对外人传授的。林耀心中发毛，开始担心自己的婚后生活是否会遭遇家暴。这是我妹妹宋思怡，思怡，这位是林耀。你既然要成为我的姐夫了，是不是应该讨好下我？那你想要什么？那个冰冰凉凉的东西，还有吗？我觉得很好吃。行，下次给你安排。冯瞎子，5年了，整整5年了，大小姐终于点了头，咱们得立刻把事情定下来，让他俩拜堂入洞房，这生米煮成了熟饭，到时候就算想反悔都来不及的。最近的大吉之日也得下个月了，所以你且等着吧。下个月你就不怕日子拖得长了？大小姐改变主意，这是天命，我能有什么法子？那就不要了，随便挑个什么日子都行，只要能尽快把大小姐嫁出去，别的无所谓，最多3天。那就3天后吧。林耀坐在院中修炼了一会后，紧接着叶无痕便一脸喜色地推门而入。大小姐，林公子，成了！我把自己的那1斤白糖全都带去了长乐郡城，很容易就找到了买主，换回了这块金元宝。白糖在长乐郡城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卖，卖糖商户十有9家没有白糖，唯一1家质量也差很多。本来寻思随便看看，结果那掌柜生气，质问我为何瞧不上他家白糖，难道我有更好的？我便直接拿出随身带着的白糖。那掌柜一见，眼睛顿时直了，他拈几粒尝过之后，非求着我把白糖卖给他。我心想，卖给谁不是卖呢？那家掌柜有提过收购更多的想法吗？有，但我没直接答应。那家商户的黄金似乎不多，就连这一次，掌柜都想用银子来买。可林公子，您只是说需要金子，没说过要银子，我因此便拒绝了。行，我下次带点货，跟你一起去看看。我可以往返2个世界，1斤白糖让狗商爆出10两黄金，10两黄金又秒变30万现金。同一姐回到酒店后，林耀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打算先处理掉手头的金元宝，再去办其他事。老板，帮我看看这个能卖多少钱？像这种金元宝还真是少见，万一是古董就亏大了。林耀并不在意这块金元宝是不是古董，只要它能给他带来稳定的现金流便已足够，反正以后还有大量的金。先按金价吧。这块元宝500克，今天的金价是每克600，总共30万。行，就这样吧。钱款顺利到账，30万让林耀瞬间有种飘飘然的感觉，直接打车去商场疯狂购物，直到天黑才提着一堆袋子回家。哥，你回来了，饭好了，你先吃吧。一会一起吃吧，我现在有资料需要整理。对了，小飞，我这工作很赚钱，想给爸妈换个房子，你能帮我打个掩护吗？我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怎么帮你打掩护？难道说你去当鸭子发达了？滚！单位刚给了我安家费200万呢，换房子绰绰有余。你说什么？200万安家费？哪个富婆转给你的？这确实和富婆有点关系吧？不过200万而已，不用这么惊讶吧？你别兼职了，你哥我养得起你。用不着你养，买房子的事先等等吧。林耀一夜未眠，终于在早上完成了种植跟基础工业的资料整理，趁着妹妹还没起床，骑上车直奔酒店去。换好衣服出门后，看见宋思晴站在院中，认真的向叶无痕交代任务。在聊什么呢？大小姐叮嘱我，这次出行务必全力确保您的安全。咱们就是做点买卖而已，能出什么事？宋思晴默默摇头，视线落在了林耀手里的袋子上，刚想开口询问，就在这时，严夫子急匆匆地走进院子。哎呀，林公子，您上次提到的千里眼真的带来了吗？严夫子，千里眼没什么大不了的。说到我和思晴的婚事，这次也带了份聘礼过来。有了千里眼，自然少不了顺风耳。这东西便是顺风耳，只要按住这个按钮，说话的声音就会被传过去，在10里地以内都能用。其他人听后纷纷傻眼，但也不敢质疑。那我能跑远一点试试吗？当然可以，想说话记得按住按钮。随后严夫子一个闪身就冲出了院子。我靠，这老头能跑这么快，我可能还是太年轻了。严夫子，你到哪里了？大小姐，我到地里了，声音清楚的像在耳边，简直比千里眼还神奇。林耀没再多说什么，随手将那份材料递了过去。这是天书，里面的内容暂时只能你一个人看，不懂的地方等我从郡城回来后再给你解答。说完便向大门外走去。这个给你看看，你是觉得这个好吃，还是冰棍好吃？这一大早真是清闲呐，也是贵人哪会这么早来？哎
哎呦喂，这不是小王爷吗？早知道您今天来，我该在门外候着才是。吴掌柜，无需多礼，我来看看有没有好东西。父王最近抱怨城中白糖的品质不太尽如人意，所以来看看你这里的货如何。小王爷，您来的正好，我这儿刚收了1斤顶级白糖，那可真是千金难求的好货。您看，这糖洁白如雪，甜度更胜贡品白糖。若不信，小王爷可以尝尝。无毒，确实是好糖，很好。这等白糖有多少？我全都要了。小王爷，这种品级的白糖极为稀有，目前只有这1斤。如果小王爷想要，只需50两黄金即可。徐坤闻言，收起的扇子再次展开，他不言不语地盯着吴有德，气氛瞬间冷了下来。哎呀，小王爷，您也知道这货极其难得，我卖您50两黄金，也只是保本啊。那就这么定了。以后有这样的白糖，直接送消息到王府，我会让人来买，切莫卖给他人。小王爷尽管放心。去盯着百珍斋，查查这些白糖他是从哪弄来的，直接跟供货人买，这狗商不诚实。是。林公子，这便是长乐郡城，咱们是先去卖糖，还是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先去办正事吧，换成金子后再随便逛逛。此时掌柜吴有德只正沉迷数钱，却没发现林耀一行人已经进店。吴掌柜，昨日卖给你的白糖情况如何？白糖虽是好物，但价格高昂，若要卖出，恐怕得慢慢等待。1两白糖1两金的高价，注定销路不易。还在这演上了，这狗商今天赚挺多呀。既然如此，那我们也只能去府城碰碰运气了。府城的大户人家，想来对这等稀罕的白糖会更感兴趣吧。我们走。客官，您今日真带了新糖，那为何不早说？吴掌柜，50斤，你真能吃下？50斤。叶无痕拍了拍手，门外立刻进来一位护卫，扛着一个沉甸甸的麻袋。吴掌柜，真要全收吗？这笔生意必须拿下。昨天那1斤白糖带来40两黄金，今天50斤，岂不是赚2000两？确实有些多，我很难吃下，能否便宜一些？那你想给什么价？400两金怎么样？吴掌柜，既然为难，那就算了吧。此时吴有德急了，到嘴的肉可不能就这么没了。别，就500两金，我给行不行？妈的，这狗商没完了是吧？不行，吴掌柜，一口价1000两黄金。1000两黄金不可能，这个价格合适，我全要了。小王爷，您怎么来了？我可以往返2个世界。1斤白糖让狗商爆出10两黄金，狗商却转手赚了4倍。就在他洋洋得意时，被坑的买家却找上了门。小王爷，您怎么来了？我若不来，岂不是要一直被你蒙在鼓里？1斤白糖赚我40两金子，你也不怕撑死？小王爷，收这种品级的白糖风险太大，往外卖的价格当然便会定得高一些。高一些，多高才行？你能讹到我，你也是能耐了。吴有德，你真是既贪心又愚蠢。吴有德若只是赚翻倍的利润，徐坤可能不会生气，但狗商离谱的价格让他觉得自己像傻子。多有失态，兄台莫怪。我叫徐坤，家父乃长乐郡王，不知能否验一下您所带的白糖？请验。货没问题，品级基本相同。很好。这是1000两金票，验货损耗算我的。兄台贵姓？是否还有其他好物？我叫灵耀，这次出门只带了白糖，而且这金票有些不方便，能不能换成现成的金子？林公子，这些金票在郡城任何钱庄都能兑金子，急需时拿金票去兑即可。叶兄，帮我验一下这个金票。没问题，这些都是真的。此时徐坤很是不满，从小到大第一次有人质疑他的东西。这个人很奇怪，他对我的身份毫无反应，而且他居然觉得金票不方便，要求换成金，除非他不是北周的人。去盯一下那群人，注意他们的动向，尤其是何时去兑金。是。林耀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要成为千万富翁了，内心便抑制不住的激动起来，决定先去最好的酒楼犒劳一下自己跟血卫们。踏入那奢华的酒楼，并开了最大的包间。各位，林公子说了，既然来了，咱们好好的享受享受，这一顿的所有消费都由林公子买单。血卫们对林公子的慷慨之举赞不绝口，在一片欢快的氛围中，大家开始大快朵颐。酒足饭饱后，便在街上闲逛起来。没一会儿，就被街边一个卖手串的摊位吸引了目光。我靠，这是白蜜蜡吧？还有沉香，这些手串怎么卖
30文一串，100文3串。我靠，你特么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算了，数数这些总共多少钱？你的摊子可以收了，所有东西我全要了。林公子，这些都是普通石头，即使上20文就能买1串。充其量几两银子，无需在意，有多少全都给我拿下。这些好货拿回去又能小赚一笔。全部打包好后，林耀沿着夜市慢慢前行，转过街角，却发现前方的街道意外热闹起来。这是林公子，这里是郡城的花街柳巷，常中青楼楚馆云集，白天人少，夜晚则是有钱有势者的聚集之地。花街柳巷，那这其中最好的是哪家？咱们进去批判批判。批判是什么意思？哦，我的意思是进去见识见识，看看这里的青楼是个什么水平。可是您马上就要成亲了，去逛青楼不太好吧？要不等成亲后再去。逛这个还有什么先后顺序吗？今晚我只看看，绝对不做其他事情，行了吧？那郡城最好的青楼是水云间，听说酒水席位费就要5两银子。走，带路。此时的林耀心中有些紧张，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地方。哎，二位若想找活，请白天再来，里面都是贵客，二位不太适合进去。听说里面的酒水席位费是5两银子一个人，这是10两银子，给我和我朋友安排个位置。哎呦，2位贵客，恕小人眼拙，快里边请。我们这的姑娘那是郡城一绝，但多是清官人，卖艺不卖身。不过楼里最红的几位，光有银子不行，得看他们心情。若不愿，贵人您砸千金也不行。我靠，我花这么多银子来玩，还得看姑娘心情，不应该是姑娘看我的。都在这种地方了，还搞这些，不是当了婊子立牌坊吗？说得好，兄台这句话真是说到了我的心坎里。老子来花银子都花得不爽，既然有缘，咱们拼张桌子如何？随即他打了个响指，仆从立刻将银元宝放到桌上。但我知道你们肯定不在意，但我这人天生喜欢交朋友。我叫仇安成，今晚就当我请你们喝酒。随着林耀将银元宝收起，仇安成的脸上悟出了满意的笑容。痛快，我就喜欢你这脾气。不过这里是郡城里最好的青楼了，人家定了规矩，咱们厌烦也没办法。那既然厌烦，为什么会选择来这里？花魁刘姑娘今晚会登台，如果能把她拿下，那整个郡城的权贵肯定会对我刮目相看。你怎么能确保自己能够成功？我不确定。再说当了婊子立牌坊，真让人气愤。只要能用钱能买的都好说。既然她是如此有名的花魁，为什么还要在大堂表演？柳姑娘为即将到来的花魁艺盛比赛准备，盼得满意词做助力。若有人写出今晚可随她上楼。仇兄果然是才子，真是令人佩服。我不会。那你打算？我直接用钱就好了，有钱就能买到想要的。就在这时，一名身材高挑的姑娘在侍女的陪同下走上了台。切，原来柳姑娘就长这样啊！亏我来之前还那么期待，这也能捧成花魁，真是看不懂这些人。你说这地方的人是不是太没见识了？这种水平要是放在我们那，前10都进不了。仇兄，你不是北周人？我从南梁来的，来做钱庄生意，梁国的宝丰就是我家开的。我擦，是个真土豪。兄弟，你是哪里人？我是山里人。仇安成愣了一下，正要追问，却被柳姑娘的声音打断。我希望今晚能够得到一首令我满意的词作，就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卖词，100两黄金起。仇兄，词的话，我有一首应该合适，肯定能让台上的柳姑娘满意，就是这个价格，100两金子，可能有点不太够。兄弟，你要是能保证我今晚扬名郡城，我愿意以更高的价格来购买。林耀点头同意，立马将词作写下来，抵仇安成。兄弟，这词真是绝，来这是500两金票。仇兄太客气了，能助你一臂之力，实在是我之荣幸。随着仇安成应邀跟着柳姑娘上了楼，林耀便带着叶无痕选择了推场。我可以往返2个世界，从小王爷那赚得1000两金后，正与兄弟谋划找出妙地快活，岂料隔壁大哥贵跟鸡王上楼，拿500两重金求我帮忙。来吧，过来这里坐。其实我对成为柳姑娘你的入幕之宾没有任何兴趣，但我依旧要上来，以便借此来扬名整个郡城，让那些达官显贵们一夜之间就都知道我的名字。对于那诗词是我从朋友的手里买来的，花了足足500两金子。这就是金子的魅力啊！整个郡城内所有达官显贵都渴望进来的闺房，被我用区500两金子就敲开了门。有个不情之请，
等你去都城参加花魁大赛的时候，记得帮我解释一下，这诗不是我仇安城做的，而是我朋友为了帮我，这才临时整出来的。天刚蒙蒙亮，失眠的灵药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他刚推开屋门，发现叶无痕和其他穴位已经早早等候在门外，每个人神情肃然，精神饱满。你们是刚起还是没睡？我们都是习武之人，平时就早起练武，已经习惯了。在下望尘莫及，退服。钱庄的分号距离客栈并不远，灵药没怎么费功夫的就找上了门。在确认了金票没问题后，分号便直接拿出了一个装满金元宝的小箱子，跟灵药等人进行了交割。确认没有问题。好，带上箱子，我们走吧。驼马缓缓前行，灵药坐在板车上，心中盘算着回到现实世界后如何安全地出手手中的金子。此时马贼侦察兵冷眼探头，迅速一瞥便引入黑暗中。驼马依旧缓缓前行，周围一片寂静，只有车轮在石土路上碾过的轻响，显得格外平静。此时一个穴位忽然策马贴了过来，报，前方发现100余马贼，正朝我们这边快速接近。林公子，前方有上100名马贼，正朝我们接近。马贼吗？你有什么想法吗？林公子，不如就让他们来接近我们，再将其围而歼之，到时马匹跟财物就带回宋家村，毕竟价值不菲。妙极，还是叶兄懂我。与此同时，得到消息的马贼们立马全部出动，准备对灵药等人进行围剿。你们几个听说手里带着不少金子，识相的把金子和马匹都留下。哟呵，我还以为是哪路神仙在说话，原来只是几个不入流的马贼。你是不是找死？我的刀可不长眼。说句实话，你们这些马贼还不配让我出手，自己把马和金子留下，然后有多远滚多远。我这可是给你机会了。你倒是真狂，敢在我们面前耍横！穴位们，机会就在眼前，除了一针一线，其他全部给我带走。就在这时，叶无痕一个闪身，瞬间到了马贼头领面前。你看，我刚才可是提醒你了，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此时的马贼们心底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是8片的强者，快带兄弟们撤！想跑，既然来了，就都得留下。此时，血卫们如疾风一般朝马贼冲杀过去，双方仅仅是短兵相接的那一个刹那，就有10几个马贼的西瓜落地。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人数上的优势简直就像是笑话。其中一名马贼发现想逃走的同伴全部被杀，他猛地调转马头，鼓动起想要同归于尽的心思，当即朝着灵药冲了过去。反正逃不掉了，我死也要拿一个垫背的。灵药从未经历过生死之间的搏杀，但此刻反倒激起了心底的斗志。龙泉第一式，随即身形便ထွက်，闪至马贼之前，猛然发力，将其击落马下。随后一记重拳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次杀敌，内心波澜却久久未平。原来杀敌是这种感觉。林公子，贼首已被擒杀，马匹和贼人的尸体皆由穴位清理，您可无虞？这条路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啊！今天的糖糕不错，是换了白糖吗？是的，父王，孩儿昨日买到了几十斤最上等的白糖，品质绝佳。几十斤的白糖，你如何能买到这么多？回禀郡王，灵药今早兑了1400两金子后离城，且与南梁仇安城同桌饮酒。仇安城的狮子坐在水云间轰动一时。灵药和仇兰城或许有关联，仇兰城4被推至台前，灵药可能才是主事者。我怀疑他们是南梁的探子，继续暗中收集情报。那要不直接抓住他们审问？不可，2人身份明了，抓他们显得我方心虚。派人去水云间探情况，再派人出城追踪灵药等人行踪。这些尸体就留在这吧，离长乐郡城不远，官府会派人来处理的，咱们没必要费这个功夫。这么多人死了，官府不追查吗？这算不上大事。林公子，这不过是常态，禁盗匪横行，荒郊野外的事，官府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何况他们是马贼，通常已在官府的悬赏榜上。我们这不叫杀人，是为民除害。叶大哥，也就是说，只要拿着悬赏凶徒的脑袋，就能直接去官府换赏金。没错，不过赏金的高低看目标实力，普通的悬赏少则几十两黄金，多则100两。至于九品强者，那都是天文数字，干九品的麻烦可不是一般人能惹得起的。有时候我们也会顺手接取一些悬赏，磨砺自身的同时，还能够给村子赚一些贴补。听起来很诱人，莫非我可以靠这个来赚钱？听人劝，吃饱饭，等你强点再说吧。别上级，我带着黄金返程回家，竟被马匪盯上，没想到对方竟出动全部人马，摆明要抢我们。于是我和好兄弟一合计，设计让他们自投罗网，不仅打撤了马匪，还将他们洗劫一空。
正午时分，灵耀一行人终于踏上了归途的终点。此行虽为旅游，却收获满满，不仅顺利归来，还带回了从马贼手中缴获的100余匹骏马。这一收获对于宋家村而言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估摸着你们该回来了，饭菜早已备好，还是热的。耀哥，咱们先回去吃饭。看到不是来邀请自己，其他人识趣的离开了。看到车队走远，灵耀便直接把黄金箱子收到了空间里。这箱子怎么没了？是你用了什么秘术吗？小手段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走吧，别让饭菜凉了。宋思琴虽心存疑惑，却没有多问。他向来对灵耀的秘密保持着尊重。莫老昨晚回村了，我已经告诉他你的情况，不过需要保密的地方我都避开了。咱们的婚期定在了明天中午，无妨老会以长辈身份出席。你那边有什么特殊的讲究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吗？没有，都听娘子的安排就好。姑爷好，姑爷辛苦啦。来，一人一个巧克力。太好吃了，这是神仙的糖果吧？大中午的都回去吃饭，以后谁表现好，谁就能多吃。可是姑爷，我们一天只吃2顿饭，中午不用回家吃饭的。村里粮食紧缺，村民习惯日进2餐，早上1顿，傍晚1顿。不行，从今天起，家家户户必须改成1天3顿，粮食我来解决。回到4合院，一顿丰盛的饭菜正等待着归来的灵耀。灵公子，这位是莫老，是一位神医。见过莫老。不错，一表人才。司卿已经把你的事情跟我讲明白了，灵公子，村里人都会记得你的恩情，而我们也将是你最坚实的后盾。莫老放心，我一定不负所托。灵公子是个实诚人，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手伸过来，我给你把脉。灵耀虽不明白为何突然提议诊脉，但还是将手递了过去。莫怀仁沉思片刻，缓缓收回手，目光中透着几分复杂。内息已成，且并无暗疾，只是略微有些肾虚之象，然此问题尚不算严重。眼下用药浴之法来调养提升，颇为适宜。正巧此次进山我采得些药材，待下午便可配好，便全当是我赠予你的新婚贺礼了。谢谢莫老。一顿丰盛的午餐后，灵耀回到了现代世界，他决定将一部分的收获转化为现实的财富。哟，小伙子，你来了，你这是还有金元宝要卖？有5个。小伙子，你这是抢银行了吧？哪来这么多金元宝？最近手头有点紧，不然我也不会拿出来卖了。老板在仔细确认这老金元宝后，二话不说，直接打了钱。待钱款顺利到账，灵耀从空间里又拿出2万现金递给老板。这2万您拿去喝茶。老板心领神会的接过钱，与灵耀相视一笑。出了店门，灵耀呆立街头，心里却空落落的。钱赚到了，可接下来呢？真奇怪，小时候羡慕别人有钱，现在轮到自己，却反倒不知道怎么开心了。他轻轻叹了口气，掏出手机拨通了妹妹的电话。小飞，你在干嘛呢？出来吃点，晚上别做了。好呀，哥，宁姐也在，我们一起过去。就去之前那家烧烤店吧。那我们先收拾一下就过去。傍晚的烧烤店，3人围坐在门口的小桌边，谈笑风生。第1杯酒，祝贺你发了大笔的奖金。虽然不知道你在干啥，但有钱就是王道。老板天天画饼，可画的再好也填不饱肚子啊！真是羡慕你，能找到这么赚钱时间又自由的工作。你知道吗？那些花花肠子的老板最麻烦，很容易被打主意。我只想靠实力干活。宁姐，你就是天生丽质，他们嫉妒你。切，好看也没见你哥被我迷住，我都怀疑他是柳下惠。这不就说明我这人讲规矩，非礼勿视吗？给你们的，算我的一点心意，希望你们喜欢。这也太漂亮了吧！这是什么材质？怎么感觉比珠宝店里的还精致？没什么，就是看着还行的小玩意儿，算是个纪念，喜欢就好。对了，有一事想求你帮忙。我妈下周来望海看我，还会催我相亲，你能不能假装有男友？她待不了几天，糊弄过去就好。正好咱俩是合租在一起的，我妈看了应该会幸福吧。她住不了几天，能把她暂时稳住，糊弄过去就行。行，那就下周2上午11点，我带她去吃饭，你得准时出现，饰演一个温文尔雅的高薪白领。之后我再找借口把她打发走就行。那这几天咱们提前对戏，保证演得像那么回事。次日一早，灵耀从床上爬起来后，直接前往了一间。睁开眼后，他发现窗户上也盖好了大红色的喜字，床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同样也全都是一片红艳。怎么这么讲究？推门而出，发现院子里站满了人。宋思琴穿着一身红色的嫁衣，正指挥着院子里的其他人在收拾东西。
你来了，稍等，距离成亲的吉时还有1个时辰左右，院子马上就布置好了，新郎的红袍在旁边厢房里放着，成亲前换上就好。一会儿的流程会非常简单，村里人过来送个祝福，然后咱俩在五方老的见证下拜堂就可以了。至于其他的能省就全省了，山村简陋，很多条件都不支持，还望不要见怪。村里人也绝对不会真的将你看作是入赘的女婿。在这充满喜庆与祝福的婚礼现场，宋家村的诸位贤达早已列席，他们在村子里德高望重，各自有着非凡的身份与技艺，今日齐聚于此，共同见证这对新人。林公子，这5位长者是我们宋家村的5方老，分别是夫子严老、性命冯老、猛士曹老、以侠陆老以及医者莫老。5位老人显然对宋思琴顺利出嫁深感满意。咱们是自家人，成亲没必要拘泥于那些繁文缛节。你们拜我们这一拜，我们就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你们。很好，这是药浴药材，每天浸泡1次，1个月后你便能提升到3品境界。这是3颗回魂丹，我炼制了几十年，总共才成了5颗，剩下的3颗都给你，希望你永远都用不上它们。莫老，回魂丹可是无价之宝啊，你这礼物也太贵重了吧？无妨，反正也只剩3颗，留着也没用，这是我的心意，其他的你们随意就好。如此，我有前朝文圣手书之苍兰帖，赠与姑爷。传言苍兰帖乃文圣珍贵一作，更藏前朝秘宝线索，实乃天下读书人可慕之珍宝。既如此，我亦不敢居后。此乃上古灵龟所遗，千年传承，所以我门天算术，可查阴阳八卦、命理生死。值此大喜，特赠于你。林公子，此胶铁如泥且寒气逼人的匕首，乃我昔日得意战利品，另有江湖至宝天蚕衣，刀枪不入，避水驱火，后天武者难伤均分号，今日一并赠与你。林公子，此乃地文帖，可助绝世神兵，村里匠人手一家，日后可助你打造趁手武器。我无贵重之物，愿将潜伏、伪装、暗杀等所学倾囊相授。姑爷若有意，我随时可教。没错，姑爷若有兴趣，我的医术绝不藏私。这是成亲还是考核入门资格？你不必勉强，如果你不想学这些，我替你拒绝。没事，学点东西也不错。走完全部结婚流程之后，林耀迫不及待的便抱着宋思琴进了厢房。没想到你们宋家村大中午头的便能入洞房。夫君，你晚上不是要回去的吗？所以将时辰改在中午了。原来是这样，嘿嘿，那夫君就教你玩个游戏吧。爹上集，本以为只是走个过场，没想到5位大师竟纷纷送上秘宝，还赐予我亲授资格。为了提升实力，我毫不犹豫的开始了双人闭关修炼。嘿嘿，喜欢吗？喜欢。那就快让夫君再疼爱一下。夫君，不要过于沉迷，过度的话，那反倒是会对身体造成损害。正好你这出了一身汗，最合适浸泡药浴了，药效能够更快的进入身体，被身体吸收，可以更快的修炼了。那好吧。随后，林耀再次踏入了那个浴池，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遇见了宋思琴。进入浴池后，林耀沉浸在药浴的温热泉水中，感受到药力缓缓渗透全身，修炼随之开始。姐姐，刚才看姐夫的表情，他刚才是不是不太高兴？不是不高兴，是他在反思。我觉得这是件好事。林耀的日子渐渐步入正轨，在宋家村，每一天都忙碌而充实。五方老的教导让他收获颇丰。很好，学书法不仅能修身养性，还能培养气度。记住，书法如心境，笔正则心明，只有不断精进，方能在笔墨之间找到真正的自己。弟子谨记师傅教诲，弟子定会勤加练习，不负师傅厚望。1个时辰之后，冯瞎子会前来接替严夫子，接着对灵药进行时长同样为1个时辰的天算传授。来，闭上眼睛，用心感受龟壳的气息。天算之道，最重要的是专注。你的天赋不错，但还需更多锻炼。这龟壳蕴含通灵之力，能够通过玄妙的命理之法推断吉凶。感觉它像是活的一样，灵气波动就像心跳似的。不错，万物皆有灵，你能察觉到这些，是个好兆头。再过些时日，或许能真正窥得天机。1上午的忙碌告一段落。午饭过后，灵药将宋思琴拦腰抱起，大步走进厢房，准备也给她上课。夫君，今天的机会只有1次，用完了可就没有了。在灵药的严厉指导下，宋思琴最终敌不过学业压力，昏睡了过去。下午，莫老就带着自己亲自撰写的医书，来到4合院，对灵药进行医术的传授。
记住了，行医之人要讲究人心仁术，医术不仅能救人，有时候还能救己。你是练武之人，懂医术多一分，便多一分底气。此外，懂得治病救人，你便能更好地理解人体的脆弱和坚韧，懂得如何在对敌时避开要害，不滥杀无辜。而学武之人知晓医理，更能在伤痛时自救获救同伴。莫老，我一定好好学，绝不辜负您的教导。入夜后的最后一堂课是陆老的暗杀与搏击训练。月光洒在四合院中，灵耀身着黑衣，认真聆听讲解，并时不时按照指示做出一些简单的动作。记住，真正的刺客不需要光鲜的武器，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是杀人利器，哪怕手无寸铁，你也要能让敌人无法生还。真正的刺客不仅杀人于无形，还要如影随形，如幽灵般存在。无论环境如何险恶，你要学会隐藏自己，成为所有敌人的噩梦。但你只需要记住一点，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生存才是最重要的。不管敌人多强，不管环境多险，你都要记住，只有活下去，才能有翻盘的机会。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保护那些你在乎的人。随着一整天的学习结束，灵耀会拖着无比疲惫的身子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哥，今天工作又累成这样啊，你别太拼了，钱够花就行，身体要紧。没事，适应就好。第二天一早，一辆酒红色的豪车静静停在路边，引来过往行人的侧目。哥，周末也得加班啊，你这几天累成这样，还不趁周末好好休息？不算加班，是大老板要见我，算是私人邀约。你今天有什么安排？明姐今天也休息，我们打算出去逛街。那就好好放松一下，喜欢什么就买，不用心疼钱。你哥我有的是钱。你暴发户的嘴脸真是越来越明显了。快上车，我爷爷今天专门空出上午见你，多聊一会儿，抓紧时间。他老人家这么忙，我突然有点惶恐了。你说我一个普通人，这次见你爷爷需要注意些什么？没你想的那么夸张，我爷爷在家里特别随和，今天他见你，主要是为了感谢你。感谢我？我好像没帮过什么大忙吧？你帮过我，就等于是帮过我们家。听你这么说，我稍微安心点，但这心理压力还是不小啊。就当是见自家人，你平常跟你妹妹说话那样就行，爷爷没那么可怕。车子行驶在望海的主干道上，渐渐驶向一片戒备森严的区域，门口站着身着便装的安保人员。别摸了，下车吧，爷爷已经等着了。随后，灵耀跟随夏子秋一起走进了马场。你就是灵耀吧？哈哈，果然是年轻有为的好小伙子。夏爷爷您好，我能见到您真是受宠若惊。不必紧张，就当自己家长辈。你会骑马吗？不算太会，略懂略懂。哈哈，好，那先跟我去挑一匹马，咱们边骑马边聊。你看这匹马不错，性情温和，适合新人。就他吧，一会给我老实点的，让你怎么跑就怎么跑，不听话大嘴巴子抽你。我要跟赤龙玩。子秋，你又胡闹！赤龙性子烈，还没驯服好，你要是被掀下来怎么办？爷爷，赤龙再烈也得有个驯服的过程吧？我要和他培养感情，不骑他，只是喂喂他，这样可以吧？你这丫头，好吧，牵出来，但只能牵着，不准骑。谢谢爷爷，您最好了。夏子秋牵着赤龙，小心翼翼地走出马厩，谁知刚被牵出来，便突然狂性大发，猛地一踢，直接把后面的保安踹飞出去。随后，狂性未消的赤龙猛然再度发动攻击，将两人踹飞。大小姐快跑！只因卖给女警一个玉盒，他的高官爷爷看后大为震惊，立刻要求见面。我回到现在，赶去赴约，可就在跟老邓聊天时，在一旁逗马玩的夏子秋被一脚踹飞。你的骑术不错啊，能在我的速度下始终保持一致，这样的技艺，没几年的功夫可达不到。我靠，我总不能说自己刚学会骑马没几天吧？哪里，才刚入门罢了。夏爷爷养的马太温顺了，操作起来自然轻松些。哈哈，年轻人也不要太谦虚。你应该知道，我之所以邀请你来，主要是为了那个玉盒。夏警官跟我说过，他买下玉盒的钱远不及玉盒本身的价值。我原本想着钱少了可以补点，但夏警官说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不错，那玉盒材质独特，如果卖出去几亿都不为过，价格绝不会低。你考虑过这一点吗？我当时没想那么多，真没想到玉盒这么值钱。这小子肯定不会把这么贵的玉盒就这么白给我，肯定是有利所图。到底是什么呢？发生什么事了？怎么这么大动静？什么？赤龙发狂了？子秋呢？他怎么样了？有没有受伤？
话音未落，灵药猛地加速，瞬间飞奔出去，迅捷如风，很快便超越了那些手持装备的安保人员。确定好目标，几乎是毫不犹豫，腾身一跃，他准确无误地落在了赤龙的马背上，便迅速抓住缰绳，随后直接将马匹紧紧控制住。怎么样，你还好吧？我没事。你是怎么控制住他的？真是太厉害了。大小姐，你没事吧？我还好，就是有点被吓到了。咱们去休息区坐会儿吧。赤龙，就让人牵回去吧。别怪他，是我没和他沟通好。还有你们快点，把刚才2位保安大哥赶紧送去医院。你到底是怎么驯服赤龙的？难道能和他沟通吗？女人的直觉这么准吗？这要怎么给她解释呢？其实吧，动物其实比人类单纯，尤其是有灵性的动物，只要你对它友善，它就能感知到。切，总感觉他在吹牛逼，但是我没感觉哪里不对。算了，就这样吧。随后2人回到休息区。爷爷，我们回来了。谁是你爷爷？你是我姑奶奶。哎，算了，你没事就好啊。下次不准再跟赤龙玩了，都快给我担心死了。对不起，爷爷，我错了。你先去那边沉淀沉淀，好好给我反思反思。小玲啊，让你见笑了，这次多亏了你呀。具体情况我都听保安说了，重新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夏培德。夏爷爷，你这突然间如此正式，着实让我有些惶恐。我之前邀请你过来，是想弄清楚你的目的，可你救了子秋，很多事就不重要了。我要为之前的误会向你道歉。而且你刚才的表现比我之前想象的还要出色，如果你参加马术比赛，金牌都不在话下。运气而已，主要当时的情况危险，我只是一时没想那么多。哈哈，那么我们换个话题，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应该刚毕业吧？夏爷爷，我是刚毕业，就接触了一点国际贸易方面的，正好我想成立一个公司。最近有一些稀有的东西，是我朋友从国外弄来的，不过我暂时还没想好，应该如何将那些宝贝变现。这些宝贝怎么个稀有法？有些物品在这里不合法，但在国外，它们是极为稀有的财富。虽然无法在这里明面上出售，但我希望能留在这里。夏培德的眼中闪过一丝兴趣，觉得自己搞清楚了灵药的真正目的。好小子，让我欠这么大人情，原来在这等着我呢。好吧，这样我帮你注册个贸易公司，那个玉盒的钱我会安排直接入股你的公司，股份由子秋持有。至于你所谓的违禁品，子秋母亲的公司可以处理，你只需要按规纳税。但还是要多提醒一句，炫耀自己并凌驾于群众之上是绝对不允许的。明白，请夏爷爷您尽管放心。爷爷，我对赚钱没兴趣，股份代持也完全没必要。我毕竟是治安，您当着我的面这么光明正大的讨论违法的话题，合适吗？你从小不缺钱，所以才不在乎。你要明白，法律并不总代表正义。是我保护的太好，导致你缺乏对危险的敏感。比如赤龙，我早就提醒过你，但你就是不听。好了，别说这些了，小玲啊，陪我喝2杯，压压惊。夏培德起身走向旁边的别墅，显然不想再继续谈论刚才的话题。爷爷，你的病还那么严重，怎么能喝酒？医生明明说过，必须滴酒不沾。医生不在，我就不能放松一下？夏爷爷，其实刚才你骑马时，我就发现您有点症状，虎骨对治疗风湿很有效，您应该能轻松拿到一些吧？夏培德一愣，没想到他会提到这个话题。你还学过中医？学过一些，略懂而已。你刚才说自己的马术也是略懂，这医术也该不会是这样吧？你这个年纪，不管怎么看，能自称一句略懂，都已经很了不起了。确实只是略懂，不过我师傅很厉害，我目前还在学习阶段。此时的夏培德只觉得有点看不透灵药了。这年轻人不简单呢。虎骨我倒是有一些，但效果有限，最多就是缓解。夏爷爷，我手头有一些特别的虎骨，同样是国外的朋友搞到的。根据我师傅的说法，效果比普通的虎骨要强得多。你要不要试试？这能行吗？我爷爷吃药必须经过医生的批准。靠，这些东西不卖个人情，我就得牢底坐穿了。没问题，我留一块虎骨给你，可以先检查成分，确认没问题再说。随后，他就从空间里拿出一块虎骨递了过去。好，我会让人立马去检查。不过你随身还带违禁品，胆子挺大。接上级救下他宝贝孙女后，我立刻抓住机会去讨人情。没想到老登却痛快答应了我的请求。正当我暗自庆幸时，却发现他腿脚不便，便顺势拿出特殊虎骨，提议为他开方子，彻底博得了他的信任。
林耀跟随夏培德来到书房，准备为他写下配合虎骨的药方。抱歉，我才想起来，我书房里没有圆珠笔，平时我喜欢写毛笔字，所以这里只有各种毛笔。你稍等一下，我让人送个笔来。这老登是在这测我呢？夏爷爷，不用这么麻烦，毛笔一样写。说完，便拿起毛笔，熟练地写下药方。片刻后，他将药方交到夏培德手中，就按照这个方子试试。真没想到你如此年轻就有如此深厚的功底。哪里，我也就是略懂。你刚才是说马术、医学这些都是你师傅教你的？是的，我有好几个师傅，有教我医术的，也有教我书法的，甚至还有教我风水的。总之，我学的东西挺杂的。教导他的人竟不止一个，什么时候世外高人都能批量生产了？这个人不对劲，得安排人调查他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若有危险，必须及时处理。就在他沉思之际，别墅的大门忽然被推开，一名中年男子急匆匆地走了过来。抱歉，夏老，打扰一下，给您开方子的大师已经走了吗？请您一定要为我眼见。从检验的结果来看，那块虎骨也非同一般。没走，这位就是给我开方子的人。看起来你对他的方子非常认同。这个年轻人开的方子，不可能，一个年轻人怎么可能对药性掌握得如此透彻？方子确实是我开的，不过全赖我师傅的教导，和我本身的关系倒是不大。你这么年轻，竟在中医上有如此深厚的造诣，肯定是拜名医为师吧？能否告知你的师傅是谁？能否代为引荐一二？抱歉，实在不是我不愿意引荐，只是我的几位师傅都是隐士高人，早已远离尘世，与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所以恐怕无法满足您的要求。中年人一听，脸上不由浮现起了掩饰不住的失望之色。小林啊，像刚才那样的虎骨，你还有多少？就只有1块了吗？哎，可惜啊。不是1块，而是一整套。看到老登惊讶的反应，林耀决定立刻展开生意。如果您需要的话，干脆把这套虎骨当做我公司第一笔生意如何？得知病可治愈，老登听后激动的再也坐不住，整个人好像年轻了几岁。刘秘书，快去准备入股合同。虎骨的交易，我会让子秋的母亲直接跟你联系的。夏培德办事效率一流，大约1坤时，秘书便拿着合同走了过来。林耀目光扫过合同，瞬间惊住，5亿现金注入，夏培德紧锁20%股份。这条件实在太优厚了吧？这不仅仅是给你，也是为了子秋。我相信你的能力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帮助。国外的事我不能插手，你自己解决。国内的困难，只要不违反法律，子秋能帮你，甚至他母亲也能处理很多问题。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可以直接联系我秘书。夏爷爷，真的很感谢您。当林耀离开别墅时，夏培德的眼神却依旧没有完全放松。夏老，这个年轻人有些危险，我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股气息，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才会散发出来的。所以之前你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他可能威胁到我的安全。没错，从他飞身跃马时展现出来的身手看，他绝对经受过非常严苛的训练，身手矫健，具备极强的实战能力，精通医理。按照他的意思，他还知晓懂八卦风水。如果他没有说谎的话，他背后的那几位所谓的隐士，可着实是相当了不得的人物。去对他做个彻底的调查，我要知道他的背景，尤其是他背后的人物。明白，只要是国内的，很快就能查清楚。国外的情况需要些时间，但明天肯定会有初步的报告。说实话，能在第一次见我爷爷还获得如此重视，刘秘书已经把手机号留给你，这意味着他完全认同你，这可是极为难得的。能得到夏老的看重，确实让我有些惶恐。夏子秋听后显得一脸不屑，特么的，在我这演上瘾了是吧？你惶恐的毛线，这不就是你最想要的结果吗？爷爷对你的认可，主要是因为你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林耀虽感无奈，但明白正是这些手段，让他在夏培德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不过没想到你这么深藏不露。说实话，第一次去你家时，要不是我非要跟同事一起去，我真怀疑你是不是故意设计我。听说女人一旦觉得男人神秘，就容易沦陷了。就你让我沦陷？车里这么多镜子，怎么不自己照照？观众都说你这身衣服像个屌丝。林耀一怔，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没再辩解，直接去了附近的服装店。一坤时，他走出试衣间，随后夏子秋上下打量了一下，看起来像一个稍微有点钱的土包子了。就这套吧，刷卡。衣服挑选完毕后，夏子秋便带着林耀来到了一家车行。此时，销售看到一台豪车缓缓驶来，眼睛立马亮了起来，仿佛看到一张支票直奔他而来，立马笑脸迎了上去。你来这里干嘛？这是我妈朋友开的车行，你也是时候该提升一下生活品质了。
走吧，跟我下去看看。嘿嘿，老板来看车吗？但就在他瞥见灵药的那一瞬间，笑容瞬间冻结。耀哥，我靠，狗哥，你怎么在这儿？接上集，我靠着一手开方本事，用一块虎骨巧妙入局，不仅赢得了夏培德的信任，还顺势打通了销路。正当我盘算下一步时，夏子秋却直接带我去了车行。耀哥，我靠，狗哥，你怎么在这儿？别提了，现在找活真是难。先做销售混口饭吃呗。你怎么了？我给你打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刚放出来。少说骚话，我跟朋友一起过来的。这是苟文鹏，我大学4年的舍友，关系最好的兄弟。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夏子秋。苟文鹏慌乱的伸手与夏子秋握手，但因为夏子秋的气质，他明显有些紧张，像见到校花似的。可以啊，你小子，这位美女不一般啊，怎么拿下的娇娇兄弟？我还以为你会对李佳楠死心塌地呢。俩人刚走进大厅，这时一名中年男子小跑过来。我靠，老板来了，你当做是来看车的客户就行，一会儿咱们再聊。说完他后退了几步。夏小姐，您来了。赵叔叔，这是我朋友林耀，今天他还打算买辆上档次的车，您这里有现车吧？能让这夏大小姐表现得这么熟络，这又是哪一家藏得严严实实的少爷吗？哈哈，没问题，请随我来。这台车怎么样？我们新到的，大概400左右就能办完。我擦，这也是我能开得起的吗？要么还是算了，奢侈一下也不错。赵叔叔，这位是我同学，今天这单能不能算他业绩？我操！当然可以，文鹏，你去做合同，后续这辆车也是由你进行对接吧。狗哥惊喜的连连点头，显然没想到好兄弟发达了，还顺带帮他在老板面前刷存在感。他拍了拍林耀的肩膀，眼中满是感激和佩服。随着合同签署的完成，夏子秋拿出自己的银行卡递了过去。刷我的卡吧，这车算是我送你的礼物。他淡然开口，仿佛只是顺手之事，而林耀和苟文鹏则瞬间愣住。啊，这不太好吧？虽然你不在乎钱，但我怎么感觉吃上软饭了？不是，哥们，特么吃软饭还不乐意了，我牙口也不太好呢。吃一次怎么了？刷吧，别愣着。他呆呆地接过了夏子秋的卡，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在大学4年时间里都不显山不落水的铁哥们，刚一毕业就能傍上漂亮富婆，甚至愿意给他花钱。一切安排妥当，告别了苟文鹏，夏子秋带着林耀朝市区的高端楼盘驶去。刚离开不久，林耀的手机响起，打开一看，是苟文鹏在班级群里晒出他的购车合同和豪车的照片。这次买车，感谢我林耀老铁，让我刚来就有了业绩，提成大几万，生活费不愁了。班级群里瞬间就炸开了锅。林耀看后没有回复消息，随后两人前往售楼处，直接全款拿下一套豪宅，整个过程干脆利落，引得售楼小姐眼中满是羡慕。你尽快跟我妈完成那套虎骨的交易吧，因为我爷爷有几位老朋友也有这毛病，只要爷爷他自己真的被彻底治好了，那他肯定会立刻要求用其他的虎骨去治疗他那几位老朋友的。行了，我还有事，所以不能送你了，你要回家的话就自己打车吧。说完，夏子秋急匆匆的上了车，林耀则来到之前的仓库，随后前往了一姐。夫君，你回来了，不是说今日天庭有事，应该不会过来吗？本来以为会忙很久的，结果没想到这就忙完了，又特别想你，干脆过来看看你，顺便跟你商量点事情。什么事情？夫君但说无妨。嘿嘿，想知道吗？咱们先忙正事，等正事忙完了再聊。一番折腾后，林耀突然发现自己的修为已经突破，成功迈入了5到2品。我这是突破了。你现在可要抓紧修炼了，5到3品后，你便可以开始修炼龙拳的第2式赤斩了。林耀闻言，面露蛋疼之色。他对于修炼的兴趣远不如探索生命奥秘的兴趣大。对了，我之前问过的山货问题，现在处理了吗？没有，粮价一直上涨，山货根本无法卖出去，价格也压得越来越低。还在就行，带我去看看吧。如果可以的话，我或许能用那些山货从天庭给你们换回来粮食。宋思琴听后，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毫不犹豫地拉着林耀走出了厢房。看着土路两边的茅屋，林耀觉得宋家村的居住条件过于简陋了些。之前给你的那本天书，你都看完了吗？看完了，但很多东西都看不懂。不过只要完全按照里面要求的步骤去做，也应该是能将东西造出来的。先从最基础的开始吧。水泥和钢材一旦造出来，村里的土路就能用水泥铺设，房屋也可以用水泥和钢材建造。你看，村里的血卫们都住得很简陋，虽然他们的忠诚让人放心，但如果能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我相信他们的战斗力和士气都会大大提升。我明白了，我会安排的。这里是我们村子的公共仓库，用来存放一些山货或者是村里其他大家共同使用的物资。这次的山货主要是人参、灵芝之类的，因为上次没卖掉，都拿回来了。我靠，这些山货
肯定能值不少钱吧？这些采集难吗？人参和灵芝比较稀有，需要深入山脉深处，那里有很多凶兽，采集时得由武者保护。采集这些大约用了2个月时间。灵药听后点点头，随手将山货收入亚空间时，发现空间竟膨胀了10倍。他意识到，突破2品武道境界后，不仅身体更强，连亚空间的容量也增加了。果然，武道境界越高，空间能力也越强。这样一来，往返2界倒卖物资将更加方便。这到底是什么方法？这是我从仙界带来的手段，虽然我在凡间只是普通人，但这些仙家手段还是能用的。宋思晴眼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灵药见状，心生一计，直接一把搂住。这里今天已经……今天不同，今天我突破了武道2品，不庆祝一下怎么行？好吧，但能不能回去？这里也……灵药在小屋里教导完宋思晴后，送他回了4合院，随后才返回租用的仓库。此时已接近下午5点。他将所有物品从亚空间取出，堆放在地上，打算等下子秋母亲过来再看着整理。就在他心中打算着下一步，突然手机响起，号码正是夏子秋提起的那个。阿姨您好。你好，我是子秋的母亲邢秀春，我准备带检验人员过去找你，你现在方便吗？行啊，阿姨，我就在仓库，方便过来，地址直接发你定位吧。发完定位后，不到半小时，仓库外2辆车快速驶来，邢秀春带着秘书和检验人员走下车。你就是灵药吧？看起来比照片上英气了不少。行，阿姨夸奖了，您要的东西在里面，我们先处理正事吧。我这次带来了专家，他会进行全面检查，这只是程序，希望你别误会。当然，交易嘛，双方都得确保无疑虑。邢秀春满意的点点头，带着人进了仓库。当他看见堆放在地上的物品时，明显愣了愣，眼神中有几分错愕。这是您要的东西，开始检查吧，早点完成，大家都能早点下班。行，专家现在可以开始了。趁着专家检测的功夫，邢秀春的目光再次在物品上扫过，他只觉得这些东西显然不只是一般常见的物品。这老虎的体型有点太大了吧？什么意思？大了不好吗？不是大了不好，而是从骨架的维度来看，在现今的世界里根本不可能找到这种体型的老虎。行，阿姨，咱们的交易不包括对货源的追问吧？货源的事属于核心机密，我只能保证货没有问题。我这人更喜欢闷声发大财，这是最好的。邢秀春听后脸立马黑了下来。小玲说的对，关于东西的来源，不要擅自打听，你只需要把你该做的做好，其他不要多问。好的，老板，我知道了。小玲啊，这里的所有东西我全要了，价格上暂时无法给你准确报价，我需要带回去进一步检验。行，阿姨，您知道的，这些物品并没有相关手续，虽然都是从国外来的，但途径并不合规。灵药话语中的故作为难，他明白，这显然是个考验。这个无所谓，我们可以后续处理好所有手续，只是我个人觉得，尽量合法合规会更好，把该交的钱都交了，未来的路才会更顺畅。邢秀春的话语中，同时也在暗示着他需要在金钱和规矩之间做出更好的平衡。行，阿姨教的对，确实要有规矩和底线。如果能确保交易合规，那些费用我一点也不介意。年轻人有自知之明，这是非常难得的。那就这么定了，所有的东西我都带回去，今晚加急检验，明天中午前给你回复。2人的交易达成，邢秀春带着他的团队准备离开。灵药站在仓库门口，目送着他们的驶离，心中也有了更深入的规划。都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有电话？老板，那些东西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怎么是下午从仓库里拉回来的那些药材？对，就是那些东西。我本以为超乎常理的虎骨是最重要的，没想到真正的宝贝竟然是人参和灵芝。得知此消息，邢秀春立马挂断电话，往集团科研中心赶去。怎么回事？老板，虎骨、犀角的药性远远超出了常规，但真正的宝贝是人参和灵芝，这些物品根本无法用常理解释，它们的品质远远超出了我所知的任何同类。你是说这些东西不仅仅是贵重，甚至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它们的药效几乎已经无法用珍惜来形容了，我很怀疑这种东西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在我的认知中，它们就不应该出现。看来这批山货真的不简单。老板，你知道的，市面上养殖的药材药效逐年降低，灵芝也仅仅是个象征性的存在。人工养殖的参药效已经大打折扣，但可这批货完全不一样，它们几乎恢复了野生人参的药效，而且量大质优。咱们集团下属的制药企业很可能会因为这一批人参和灵芝一跃成为世界的焦点。我明白了，关于这批药材的所有信息将会列入最高保密级别，如何处理，我需要和上面沟通后再做决定。眼下不仅仅是做药品那么简单，涉及到的层面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关于药材供应的问题，我们要先摸清楚。至于灵药也不是我的人，不是我能直接控制的。你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去想其他的事。
好的，老板，我明白了。邢秀春看着眼镜男离去的背影，他意识到这件事已经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商业机会，而是一次利益争夺。盯住他，全面监控他的一举一动，不能有任何遗漏。如果发现任何泄密的迹象，立刻抓捕，情况特殊时直接干掉。好的，老板，我明白了。他没有多言，准备去找老父亲商议，寻求他的意见和帮助。车子迅速驶过望海市的街道，很快便抵达了郊区的庄园。秀春来了，快坐吧。大，今晚我来是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和你商量。当夏培德开始浏览检验报告时，邢秀春将事情的经过一一讲了出来。你说这批药材的药效比市面上的药物要强大这么多？是的，大，这批药材药效极佳，恐怕市面上也见不到这么极品的了。你做得很好，这件事必须严格保密。如果事情闹大了，连控制药材的来源都会变得不可能。大，我也知道，可是那个灵药，他究竟是什么人？他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药材？我们对他了解的太少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显然有很强的背景，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普通商人。此时，秘书拿着报告走了进来。夏老，灵药的调查结果出来了，我们查清了他的生平，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什么意思？在古代，半袋粮食都换不来的山货，我拿到现代后，却成为了价值连城的珍品，不仅被列入了机密物资，而我也成为被追踪调查的对象。夏老，灵药的调查结果出来了，我们查清了他的生平，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不过，这个结果我们觉得有些问题，打算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没有任何异常发现，什么意思？我们很容易就查到了灵药从出生到现在的所有经历，从医院到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再到他最近拿到的学位证书。我们通过打电话验证，也通过照片比对，确认了灵药的身份没有问题。可是调查的结果太干净了，像是他的一切经历都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了。他没有出过记录，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县城，大学也没什么特别的经历，交际圈也很简单。总之，他的生平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地方。此时，夏培德心中疑惑重重，灵药的背景如此干净，竟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地方，实在难以理解。查不到吗？他的马术、医术、书法，这些跟谁学的？还有他那让人感到危险的身手，难道这些都只是偶然吗？他说过有几位隐士师傅，难道他们没有任何痕迹可循？确实，我们没有查到这些细节，就像是您说的，这些人和事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这些都不曾存在过。那你们打算如何深入调查？我们打算安排24小时监控灵药，同时派人去他的家乡县城调查，看看他的生活轨迹，确认一切是否真如他所说，完全没有作假的痕迹。务必小心，不能让灵药察觉到任何不对劲。他看起来很友好，绝不可以让他产生任何不必要的误会，以免影响后续的合作。秘书点点头，转身离开。大，难道他真的是在试探我？你刚才说了，他在和你交易那些药材时，对于所有的东西都没进行过专门的处理，完全随意的堆放在一起。这说明那些东西在他的眼里并不算什么珍贵的宝物。我有理由相信，那些东西对于灵药来说确实不值一提。邢秀春的心情稍微安定下来，他也意识到这一切并非他所能控制。按照常理来说，灵药不过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所有心思直接写在脸上才是正常的。然而偏偏大，那应该怎么做？如果调查没有结果，那就说明灵药背后的势力远超我们的预期。不管怎样，交易不能出问题，我们必须尽量满足他的一切需求。通过他购买的物品，或许能推测出他背后势力的一些意图。还有子秋，你和灵药算是同龄人，你们要多接触接触。好的，爷爷，我知道了。灵药一觉醒来，看了看手机短信，邢秀春不仅按时付款，还多打了200万。这些山货的估值让他完全出乎意料。我擦，他是不是手抖多打了几个零？早知道这么值钱，就应该先洗洗提升一下品相再卖了，指不定还能多捞点。带着无比愉悦的心情，灵药继续蹬着破自行车前往了酒店，随后顺手把车钥匙扔给保安，直接走进了大厅。然而他并未意识到，他的举动已经引起了某些人的关注。目标最近每天都住在这家酒店，今天他又续房了。我建议对这座酒店进行全面调查。如果目标真要和什么人接头的话，那这座酒店目前看起来非常可疑。接下来的整整1个月的时间里，灵药就像是一块干燥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五方老所传授的一切知识和技能。每一天，钓鱼的劲炮跟宋思清的双修让他的武道境界飞速提升。哎呀，死鬼你干嘛？与其他的技能提升相比，医术的进展却显得缓慢。尽管莫老毫不藏私的教授，但中医的复杂性使得他在学习时感到极为艰难。接下来，陆老的暗杀术训练才是灵药进步最为明显的。
一个真正的刺客，不仅仅能在敌人放松警惕时动手，在最警觉的时刻发起进攻，才算真正的出徒。杀敌要迅猛，要精准，看到目标了吗？去干掉他，就算你合格了。好的，师傅，我好像明白了。干得不错，你合格了。不过下次不要下手这么狠，你给虎头都砍掉了，如果拿去卖会影响价格的，以后注意吧。好的，师傅，我知道了。天色也不早了，大小姐那边似乎有事情想要跟姑爷商量，所以今天就到这里吧。带路老走后，灵耀把老虎收进了亚空间，准备转手再卖给夏培德。哈哈，钱这不就来了吗？回到四合院，宋思晴立马从屋内走出。夫君，你今天回得比平时早，是不是已经完成了训练？陆老说你有事想和我商量。夫君，最近购买的物资花光了村里的银子，连上次留的也用完了。如果不尽快筹集足够的银子，改造计划就得暂停，天书的事也会受到影响。缺银子的问题不难解决。灵耀突然意识到，可以通过倒卖白银解决问题，而与夏培德建立联系后，倒卖白银将变得更加轻松。正想着，宋思晴指着一堆袋子说道：“这些是叶无痕跟血卫们这1个月的收获，大概3万串左右，基本上已经捡光了周围的石头。如果夫君还需要更多手串的话，那他们就得往更远的密林里去寻找。”灵耀看着那些堆成小山的袋子，思索着该怎么处理这些手串。继续收集的话，恐怕都没地方放了。要是一下子都给老登送去，不得给他吓半死。这些够了，不用再收集了。把手串都收进亚空间后，他一脸猥琐地搂住宋思晴。天色也不早了，娘子可否再陪我修炼一次，好让我巩固一下所学知识？哎呀，夫君，中午已经学习过了，今天不能再加课了。你看过去1个月里，我这般提升幅度，娘子难道不替为夫高兴吗？宋思晴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只能乖乖进屋加课。接上集，为了巩固所学知识，我毫不犹豫地抱起宋思晴，直接回屋切磋武艺。在进行了一番课程补习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突破到了5到3品。看着床上晕倒的宋思晴，随手给他盖好被子后，便回到了现代。刚刚离开酒店大门，没多一会儿，灵耀忽然停住了脚步。这感觉不对，像是被监视了一样。此时，车内的2人丝毫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看来有些人终于决定出手了吗？他闭眼感知，迅速锁定了位置。既然你们先挺事，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随后，他迅速冲到车边，挥拳砸碎车窗玻璃，一把将人从里面拽了出来。都跟我这么久了，没完了！我之前不想理你们，是因为我能猜到你们究竟是谁派来的，我总要给你们背后的人一个面子。你们似乎把我这番示好和让步当成了软弱可欺，竟然一直对我进行这种无休止的跟踪，完全没有停手的意思。怎么打算跟踪我一辈子，让我永远活在你们的监视之下吗？哼，你这么能耐，怎么还不敢站起来？2名男子满脸疑惑，不就是监视一个穷学生吗？怎么会变成这样？别误会，我们其实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保护我的安全，就凭你们！他冷笑一声，我不是小看你们，但说实话，就算给你们2只胳膊，你们也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从第1天起就知道有人在监视我，只不过你们一直觉得我没察觉。回去转告老登，让他自觉一点。说完，灵耀转身离开。此时，刘同春的电话响了起来。你说什么？你们遇见马东锡了？他听完报告后，神色瞬间变得凝重。我明白了，我会如实转告的。灵耀一进家门，就看到妹妹在沙发上坐着发呆。老哥，怎么今天回来的这么晚？加班了？不算加班吧，这个问题其实有点难以解释。你知道2战为什么打得比1战时间长吗？林飞愣了一下。为什么？因为日德比较猛，战斗状况有些激烈。同一时间，望海市郊的庄园别墅内，夏老，我们派出去的人今天被灵耀发现了，他不仅打伤了我们1个人，还给予了警告，警告我们不要再轻举妄动。1个月的调查结果完全空白，他住的那家酒店所有信息都干净的没有痕迹，完全查不到任何和他相关的幕后势力。运到仓库里的粮食也已经从咱们眼皮底下彻底消失了，那可是足够2万人吃1年的量，怎么可能是他1个人能处理的？夏老，我已经派人24小时监视了仓库，但那些粮食运进去后也没见过任何东西出来。我们甚至检查了周围的监控，依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这是千真万确。这势力一定很强大，能够在我们严密调查下彻底消失。这势力规模和能力显然远超我们预期。夏培德点点头，表情更为沉重。小玲目前对我们表现友好，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他的警告？继续监视灵耀没有意义，
他一直在忍耐并展现诚意。我们的无底线试探只会引发反感。既然查不到有用信息，不如直接与他开诚布公，保持合作关系，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夏培德沉默片刻，心中权衡后决定，为了能够获得灵药手里的货物，他也只能这样做了。那好吧，子秋，联系灵药，告诉他我想和他谈一谈。灵药坐在沙发上吃着草莓，忽然收到夏子秋的消息：明天有空吗？我爷爷说想见你。有，那就明天上午吧。对于老登的邀请，他并不意外，能当面谈论，至少说明夏家已经意识到问题了。正想着，张敏开门走了进来。明姐，你回来了，我给你留了饭，没想到你这么早就能回来。谢谢，小飞，明天带你去买衣服。明天？可是明天是工作日啊，你不需要上班吗？哎，工作不成了，我被裁员了。那接下来怎么办？下个月再说吧。我妈后天来望海，我准备先陪陪她，等送她走了再去找工作。对了，你没忘了答应我的事吧？放心，不过明天我要带小飞去搬家，这套房子我以后不会继续租了。你买房子了？什么时候的事？刚买不久。你哪来的钱？家里给的。刚刚被裁员，听完心里更憋屈了。真好，没想到你还是个富二代呢。早知道我就该趁机把你拿下。此时，苟文鹏打来电话邀请林耀吃饭。10几分钟后，林耀便抵达了餐厅。啧，你现在真是越来越过分了。抱歉，最近太忙了。叫你出来，主要是跟你说明天同学聚会。李佳楠还专门给我打电话问你，想知道你会不会去。好家伙，你今天这是带着任务来的，明天有事得先处理，忙完了我再去。正当几人谈笑风生时，突然一个小男孩跑到他们桌前，抓起吃的舔两口，随后又扔回碗里。这谁家孩子啊？家长怎么不管管？真是没教养。小男孩脸色瞬间变了，随即大哭起来。妈妈，辣死我了！周围食客听闻，纷纷侧目。你们怎么回事？给我儿子吃辣的东西，他不能吃辣，你们想害死他吗？你到底怎么教孩子的？他自己跑到我们桌子旁，这是什么行为？明目张胆的抢食，你问过我们同意了吗？谁管你们怎么吃？孩子想尝尝，怎么了？孩子怎么会这么熊？不就是你这个家长教出来的？我孩子管你屁事！你妈的！苟文鹏迅速还击，报警，这事不能这么算了。话音未落，另外2名男子冲了过来，其中一人抬起酒瓶朝苟文鹏的头砸去。我刚摆脱监视的麻烦，和兄弟聚餐放松，遭遇熊孩子与无理家长挑衅，甚至当场摇人。痛，快松手，我手腕要断了。另一名男子见状，挥拳向林耀打去。既然动了手，那就等警察来处理吧。没过多久，警察迅速赶到。警察同志，快抓住这几个暴徒！我们有人受了很严重的伤，躺在地上，现在都没起来呢。不是，你这老娘们没完了，跟你那狗儿子一个德行，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我儿子又没让你掉块肉，你们吃的那些东西，我家狗都不屑吃。够了，都闭嘴，把涉事人员都带上车。从监控来看，这件事不算严重，没必要闹到拘留的程度。虽然是对方先动手，但你们也有还击行为，尤其是对方受伤更重。既然监控已经看过，那你们为什么还这么说？至于他受伤的事，是他自己在攻击我时不小心弄伤了自己，跟我有个毛关系？你们这几个瘪犊子，以为来这里就有用？头姐，给看我们愿不愿意？你们吓到了我的儿子，造成了心理创伤，没个几万块补偿，这是没得谈。记住，有些人不是你们能惹的。这家人看起来挺有背景的，那个男的刚才还在打电话找关系。啥背景啊？这么猖狂！随后林耀冷笑一声，拨通了刘同春的电话。林先生，这时候打电话，怎么了？刘秘书，我原本答应了子秋明天去拜见夏老，但今天出了点事，估计不能过去了。什么事情？急吗？就是跟朋友吃饭时遇到些麻烦，对方有些背景，已经托关系，打算关我10天半月的。若要见夏老，得等我处理完这事。我大概明白发生什么事了，给我半个小时，我需要了解一下情况。林耀挂断电话后微微一笑，放心，顶多半个小时，这事就能解决了。年轻人就会装逼，半个小时解决，你有这个实力吗？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解决。短短10几分钟后，所长急匆匆赶来。请问哪位是林耀先生？我就是，有什么事情吗？林先生，很抱歉让您和朋友受了委屈，这次处理确实有失误，我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所长的话语里满是虚伪与讨好，但林耀更在意的是眼前这一家3口的下场。这时，2人的手机几乎同时响起，看到来电显示，他们的脸色瞬间苍白。因今日行为影响恶劣，2人被各自单位开除，连帮他们的人一并受到了处分。电话挂断后，原本瘫坐在椅子上的夫妻俩，接着径直冲到了林耀面前，疯狂磕头。
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之前不应该那么蛮横不讲理。你们并不是知道错了，你们只是被后果吓到了，都是成年人了，应该知道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说完便转身离开了调解室。女子想起自己的狗儿子，火气瞬间上头，冲过去一顿暴打。男子见状也参加了战斗。林耀三人已经在所长的陪同下来到了大门外。刘叔，你怎么还亲自来了？这么晚了，打车不方便，我想着过来接你们，免得麻烦。看清来人后，所长冷汗直流，傻站在原地，从头到尾也没敢插话。待人走远后，小警察一脸懵逼。所长，这人是？别问了，能管他的一个手就能数得过来，还好你没多说话，不然就跟那2位差不离了。次日一早，夏子秋接上灵药，匆匆赶去马场。小玲啊，咱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对你已经非常了解了。我知道你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最讨厌拐弯抹角，所以有些话我就直说了。昨天的警告我已经收到了，你虽然气盛，但做事有分寸，没有伤人，只是坏了辆车。对于过去1个月里对你的监视和调查，我在这里向你郑重道歉。夏爷爷，客气了，咱之前约定好的，出货不看来路。不过这事确实有些不方便，希望您能理解。正是因为不方便，我才叫你过来面谈，和你说清楚。从今天起，我可以向你保证，所有调查和监视的行为到此为止。以后我们夏家只会是你的合作伙伴，绝不会再让你有任何不快。那我就先谢谢夏爷爷的信任了。这就好，你给的药方和药物让我的老毛病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不只是我，还有几位老朋友，这段时间用了你提供的虎骨后，效果同样显著。你算是我们几个老头子的恩人了。过几天等你有空，我想请你陪我们几个老家伙好好聚一聚。这一帮老登职位肯定都不低，这可是绝佳的拓展人脉的机会，错过后悔一辈子啊！没问题，能认识夏爷爷的朋友是我的荣幸。刚才听夏警官说您一会儿还要接待外宾，那我就先不打扰了。招待个屁的外宾，那小鬼子也配叫外宾？这次又不是正式场合，岛国最近出了个武道奇才，这回特意带来切磋，说是交流，其实分明是挑衅。武道奇才能有多厉害？这人叫伊藤龙一，精通空手道、柔道和剑道，还涉猎忍术，听说实战能力极强，岛国上层对他推崇备至。这次过来，摆明是来炫耀的。夏培德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算了，还是聊正事吧。你的药材能长期供应吗？周期和数量怎么安排？除了药材和巨型野生动物，还有其他独家货物吗？对了，你现在用的仓库位置太显眼，安全性和隐私性都不够。我可以为你安排个新地点，更安全，你觉得呢？夏爷爷，我还没考虑到这些，先让我想想。对了，我想再顺便采购一些工业用银。打算买多少？就先要个10吨。夏培德显得颇为惊讶。行，那我一会找人联系。下了，岛国官房长官板村雄一到了，您是在这里接见的，还是去楼上？就在这里见吧，又不是国事访问，没那么多讲究。小玲啊，你陪我一起见吧。我凭借过硬的关系，让嚣张的熊孩子一家付出了惨痛代价。到了次日会面时，夏老竟让我留下来招待外宾。ようこそ坂村さん。前回お会いしたのはもう4年前のことですね。そうですね。4年前の国事訪問のことは今でもよく覚えております。シアさんは相変わらず素晴らしいですね。场面上的虚与委蛇，虽然表面上依旧保持礼貌，气氛却微妙地变得紧张。シアさん、今回は個人的な理由でお伺いしましたが、実は一番の目的、わけの子供を連れてきて、ちょっと世間を見せたかったんです。将伊藤招到身旁后，脸上多了一丝得意。私は伊藤隆一、若い世代の中で一番の武道家です。シアさん、きっとお聞きになったことが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ね。林耀盯着他，凭借敏锐感知，他察觉到对方身上的杀气，显然是个双手染血的人。噂は聞いたことありますが、詳しくは知りません。伊藤は国内武道界の無敵の存在で、柔道、空手道、剣道をマスターされ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28歳で、ほとんどの実践派武道家を打ち倒し、今では誰も叶わない存在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伊藤にはもっと強い相手を見つけ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います。帰国には強者が多いでしょうから、シアさん、伊藤のために誰かを紹介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帰国には強者が多い？バカバカしい。こんな連中、俺が本気を出すほどの価値もない。那句刻意压低的词汇，如同一根刺，瞬间打破了原本平静的氛围。坂村さん、帰国の武士の執着はわかりますが、こ
こういう言い方は礼に反するのでは？力の前では礼なんて何の意味があるんですか？在伊藤龙一的无理挑衅下，也让这次会面变得兴奋。坂村さん、それがあなたの考えなのですか？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シアさん、伊藤の発言については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し、彼の言派が傷つけた可能性があることについてもお詫びします。ただ、彼が謝るかどうかは私には強制できませんので、彼自身が決めることです。林耀站在夏培德身后，此时血压渐渐飙升。坂村、こんな奴らに頭を下げる必要はない。謝れというなら、俺を倒してからにしよう。夏培德的脸色犹豫不定，他清楚，如果让保镖出战，根本不可能战胜伊藤龙一，但不应战等于不战自败。夏爷爷，面对岛国人而已，何必这么较劲？让您身边的大内高手出手太过了，不如交给我。虽然我不是高手，但对付他应该足够了。林耀直视着伊藤，眼中满是冷漠，仿佛在看一个死人。小玲，你确定可以？你应该清楚他的水平有多高。相信我，夏爷爷，这样的小八嘎，我一个能打10个。伊藤，決闘か。負けたら腹を切る覚悟だ。林耀的挑衅让他怒火中烧。本気で俺と決闘するつもりか？切磋琢磨じゃなくて命をかけた戦いだぞ。你觉得我在开玩笑吗？如果你不放心，可以签生死状，如何？伊藤愣了一下，随即冷笑一声。いいだろう。お前たちが言う強者がどれほどの力を持っているのか見せてもらおう。林耀不再废话，生死状一签，准备直接教训这不懂礼数的小八嘎。今ならまだ後悔する時間はあるが、認めさせるチャンスは与えない。お前の首を直接絞めてよ。伊藤龙一不愧为岛国第一武士，格斗技法无懈可击，他的出拳速度极快，堪称实战中的完美棋手。何？ありえない。こいつ、なんでこんなに打たれ強引だ？どうした伊藤？お前強いんじゃなかったのか？立ち上がって続けろ。ありえない。俺の耐久力はトップクラスだ。プロの格闘家でもこんなにダメージを与えるなんて無理なはずだ。他缓缓站起，蓄势待发，准备给林耀一记重拳。これが最強ってやつか？この程度なら恥をさらすだけだからやめとけ。就在林耀转身的瞬间，伊藤突然抽出一把飞刀，猛地掷向他。小心，后面！飞刀直奔林耀的后背而去。就在刀尖即将触及的一瞬间，林耀抬手，两指夹住飞刀，他冷笑一声，随手将飞刀翻转了一下，飞刀如闪电般反射而出，直奔伊藤而去。後ろからの攻撃もそれが武道だっていうのか？林耀的平静让伊藤龙一感到寒意直冲天灵盖。这一刻，他终于意识到林耀从未将他放在眼里。林耀此时却不再给他任何机会。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何？龙拳第二式赤杖。比起惊雷式更加凌厉，更加致命。这个曾经自诩为岛国第一武士的男人，最终以最羞辱的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这一拳是对你偷袭的回礼，记住，你说的不是技不如人，而是心不如人。坂村、お前には説明してもらう必要がある。第一の武士とされる男が降参した後に卑劣にも背後から襲うとは、これが貴様らが誇る武士道精神なのか？恥知らずにも程がある。どうかシアさん、ご立腹をお鎮めください。本日の件は私たちの本意とは全く異なるものです。伊藤の行動について私は深く遺憾に思い、大変恥じております。必ず厳正に対処することをお約束いたします。お前たちに3日間の時間をやる。もし3日後までに俺を納得させる対処ができなければ、俺自身のやり方で報復する。シアさん、この件は必ず適切に対処いたします。それでは、失礼いたします。走吧，小玲，正好快到中午了。本来还想着招待那些岛国人，现在倒是清静了。咱们边吃边聊，顺便好好庆祝一下。那就听下爷爷的。本以为是大人物来访，没想到是小日子的顶尖选手上门装逼，不仅实力不行，还不讲武德。小玲啊，他们说伊藤的身体完全被你的拳头摧毁了，胸骨粉碎，连内部器官也无一幸免。你是怎么做到的？夏爷爷，您知道真正的古代武术吗？不是那些已经演变成运动的套路，而是具备强大实战能力，能调动全身气力的那种。
古武术我知道，确实也有杀人技的成分，但你说的古武术，貌似和我了解的不太一样。这古武术有如此强大的力量，难道你这些本事也是从你那位师傅那学来的吗？是的，夏爷爷，师傅教了我很多东西。真是让人意外，竟然有如此奇人。多哥，说到这，他沉思片刻。伊藤已死，虽然他自取其辱，但你依然得小心，特别是板村雄一，他绝不会轻易放过你。小心，岛国人会对我报复。没错，板村雄一表面温和，但骨子里极具隐忍。他若认为自己受辱，绝对不会轻易放过对方。表面上他或许能忍耐一时，但私下里他必定会采取最血腥的方式复仇。板村雄一的手上绝对沾染了不少血债。他会用什么手段？枪手？派人来望海干掉我，或者制造意外？枪手不可能，他要报复你，肯定不会正面与我们硬碰硬，估计会通过暗中操作，制造一些意外事件。看来我得小心了。既然他们不敢正面行动，那就只能通过一些阴谋手段来报复。吃过饭后，灵药没有多做停留，便选择离开。爷爷刚才说的话很关键，你一定要小心才是。不过你是怎么做到的？伊藤的短刀差点刺中了你，你怎么接住的？那当然是因为你提醒的快啊！切，得了吧，你的身手真是太让我羡慕了，能不能教教我？我只想能变强一点。灵药愣了一下，他所掌握的技能和内息之力，并不是这个世界所能习得的。我得先回去问问我的师傅，看看他是否同意。此时，邢秀春打来了电话，10吨工业银已经送到仓库门外了，你什么时候去接收？这么快？又不是什么稀缺的东西，调拨起来很快。我这就过去。挂断电话后，夏子秋带着灵药立。林先生，您要的工业银都在这里了，每块银砖重15公斤，请您检查一下货物，没问题的话就签字交接。灵药大致看了一眼，直接签下了名字。这些银砖很快便搬入仓库。你是跟我一起回市区，还是留在这里处理这些银子？你先回去吧，我自己打车回市区。看夏子秋走远后，灵药回到仓库，将10吨银砖全部收入亚空间，随后便前往了义姐。娘子在做什么？这么专心？在给夫君做衣裳呢。我之前让无痕去郡城买了些好布料回来。娘子真是体贴，我一定要好好疼爱你。别闹，你不是说今天不会过来吗？嘿嘿，临时有事，来看看我的小美人。对了，来看看我准备的东西。灵药伸手一挥，10吨银砖凭空出现在宋思晴面前。这是什么？这都是银子。这么多银子？小美人，我打算用这些银子买你一次课程补习，就是现在，怎么样？哎呀，公子，这些都足以将奴家买下了呢。不过你只学一次，真的太亏了吧？灵药俯身便准备将宋思晴就地正法，只是刚腻歪到了一起，四合院的大门突然被推开。啊，我回来拿药，你们不用管我。对了，姐夫，你能不能给我姐上课的时候讲的不要太深入？姐姐因为压力太大晕倒好几次呢。说完便直接回了房间。宋思晴此时已经是一派端庄之色，哪里还有丁点那种妩媚的模样？都怪你，我说进屋，你就是不肯，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在外面，丢死人了。宋思怡刚离开没一会儿，叶无痕便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四合院内。姑爷，听二小姐说你弄来银子了，这么多你怎么这么轻松就弄到了？灵药没有给出太多解释，只是让他先看看质量。姑爷，大小姐，这些银子完全没问题，不过它们太大了，我们得先熔到重铸成银锭才能使用，否则直接交易太不方便。重铸这些银锭大概要多久？姑爷，重铸银锭需要制作模具、翻制砂刑，这些准备工作大概需要1个月左右。不行，时间太长了。灵药沉思片刻，那我们可以先不重铸这些银子，直接拿到郡城的钱庄去，用银子换银票，这样一来一回不会耽误太多时间，而且我也有事要去郡城，顺便解决一些其他问题。明白，请姑爷放心，我这就安排人手准备马车。不用这么麻烦，银子我有办法直接运过去。话音刚落，灵药轻轻一挥手，10吨银砖在叶无痕的眼前凭空消失。我操！银子呢？无痕，这是夫君的仙家手段。之前他给我们提供的千里眼和顺风耳都是类似的仙家法宝，这是极其机密的事，不要外传。叶无痕应了一声，然后便转身离开了四合院。看到大门关上，没想到宋思晴非常主动的将灵药拽进了厢房，立马就开始了功法修炼指导。经过1下午的课程指导，双方两败俱伤。灵药突然想起有同学聚会，便一脸疲惫的返回仓库，随后骑车去了餐厅。耀哥来了，我说什么来着？他肯定不会迟到的，刚刚好。灵药刚刚落座，身旁传来了轻柔的声音：“好久不见，你最近怎么样？
毕业后都在忙什么呢？这座位是谁安排的呀？居然把我跟李佳楠安排在一起，这未免也太尴尬了吧？还行吧，毕业后一直留在望海，做了点小生意。听说你现在发展的不错，小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吧？以前你在大学里看着挺低调，没想到现在是个隐形大佬呢。哪里的大佬，就是养家糊口而已，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夸张。哟，佳楠这是在跟林耀叙旧呢。林耀这小子现在可不是我们当年认识的那个低调人了，人家现在是事业有成的老板。看来他这确实变化很大，完全看不出还是当年的舔狗了。聚会持续到了晚上11点，李佳楠也喝了不少，整个人看起来醉态相当明显。苟文鹏把车钥匙给了林耀后，便搂着王雪静离开。林耀有些傻眼，我来之前可没想过要送李佳楠回家的。怎么不想送我回家？你说的对，确实不想。不想也得想，我喝得这么醉，如果回家路上被车撞了，你作为同桌喝酒的人要担责任的。林耀无奈地带他上了车，气氛有些凝固。在车上，林耀没有丝毫主动开口搭话的意思。李佳楠心里不禁有些不满。我知道你肯定在心里嘲笑我，上学时我拒绝了你，结果毕业后因为你买了几百万的豪车，我就这么不要脸的靠过来了。你误会了，我没有嘲笑你，也没有看不起你。别的女孩子都在享受爱情的甜蜜，我却要努力的想办法让自己摆脱悲惨的人生，难道我不想要爱情吗？他两只手捂住了脸颊，哭得林耀一脸无奈。那个，你住的地方到了，要不你先回去再哭，毕竟像这样在我这里哭，万一被路人看见，恐怕会以为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李佳楠明显停顿了下。你怎么这么冷血？就因为我之前拒绝过你，便一定要如此羞辱我吗？我羞辱你什么了？你到家了呀？我都这么伤心了，你难道不该过来抱抱我，安慰安慰我吗？我虽然住得偏，但我一个人住啊，你就不想上来坐一坐？不想。他没想到自己都暗示得如此明显了，居然还是被毫不犹豫的拒绝。随后李佳楠哭着跑进了小区。第二天一早，林耀早早就起了床。阿姨今天什么时候到？坐飞机还是高铁？用我跟你一起去接吗？下午才到，坐飞机我就不去接了，你去吧，只要把这关门混过去，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请你吃大餐。放心吧，我哥这么能说话，肯定能哄得阿姨开心。吃过早饭后，林耀开车带着妹妹，很快便到达了新家所在小区。走进屋内，林飞望着宽敞的客厅和通向2楼的楼梯，忍不住用双手捂住了嘴巴。哥，这就是你的房子？天哪，这得多少钱啊？准确的说，是咱们家的房子。以后爸妈如果搬来望海的话，完全可以跟咱们一起住，反正房子够大，住得下。哦，对了，我下周开学，你要不要送我去上学啊？林耀怔了下，他都不知道妹妹报的那个学校在什么地方。要是太远的话，我可能送不了，最近一直都很忙。你觉得呢？是我上哪猜去？没劲，算了，我考上的是望海大学的会计系，怎么样？你妹妹厉害吧？那岂不是说接下来的4年你都要在这上学了？没错，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林耀摇了摇头，准备出门，却又忽然想到，既然你考上了会计系，开学后抓紧学做账吧，我公司正缺个财务。没问题，你就放心的交给我吧。林耀叹了口气，无比心累的出了家门，给邢秀春打完电话后，开车直奔春秋集团总部。刘姐，这次来的客人好像没有任何预约，邢董居然还要亲自出来迎接。刘姐知道是什么人吗？不清楚，你也别胡乱打听，一定要克制住自己的好奇心，不然会给自己招祸的。此时林耀驾车缓缓驶来，这是专门出来迎接我的。邢阿姨，怎么还劳您亲自出来迎接我？这真是让我有些惶恐，我自己上去不就行了？这是你第一次来，我肯定要下来迎接的，下次我就不管你了，身份登记一下，以后直接进来。我靠，邢阿姨身后的那人是李佳楠，他原来在这上班吗？邢秀春正要带林耀去办公室，身后的队伍里却突然传来一声惊讶：“林耀，你怎么在这儿？你们认识？我大学同学。这么巧，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只是同学而已，并不算熟。我这人不爱八卦，不了解才是正常的吧？”对于林耀如此冷淡的反应，李佳楠只能兀自生气，却是不敢再继续多说什么。邢阿姨，我今天有2件事想和您商量。第一，夏爷建议我在附近租一座荒岛，改建后作为交易场所，这样安全性和私密性都会提升不少。我知道这件事情，也已经拿到岛的详细资料了，租期合同最多只能签50年，租金按照规定的来就行。那就听邢阿姨的意见，租这座岛吧。我这边需要怎么做？不用你做什么，你只要负责签字就行了。至于其他的，我都会帮你办好的。好了，第一件事便算是谈完了。那么第2件事呢？你还想和我谈什么？我还想和邢阿姨谈谈关于黄金的事情。黄金有什么好谈的？
行，阿姨，如果我能稳定提供黄金，这边能持续收购吗？价格可以略低于国际金价，但希望幅度不要太大。邢秀春的眼神中露出一丝惊讶。那要看这个所谓的稳定来源究竟有多稳定，又到底能提供多少黄金了。量少的话，其实毫无意义。比如你能每个月提供几十公斤黄金，这量看起来很大，卖出去也能值上千万，但从黄金的角度看，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价值，因为市场规模实在太庞大。您的意思是，数量太少的话，您是没兴趣的，但如果数量足够多的话，您还是愿意做这笔买卖的。大学4年当舔狗，女神见我绕着走，毕业买车又买房，女神立马就贴上。灵药一直小心翼翼地在试探对方的底线。比如你能每个月提供几十公斤黄金，这量看起来很大，卖出去也能值上千万，但从黄金的角度看，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价值，因为市场规模实在太庞大。您的意思是，数量太少的话，您是没兴趣的，但如果数量足够多的话，您还是愿意做这笔买卖的。黄金既然是货币，那它的价值就要确保能够起到货币的作用。灵药默默点头，思考了一下，继续说道。我暂时不能确定黄金的稳定来源量是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肯定不会只有几十公斤那么少，起码也会以吨为单位和您进行交易。如果真能做到那么大的量，那你尽管放心，有多少我要多少。此时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行，阿姨，这件事就先这么定下，过几天再商量具体细节吧。经过早上的事，李佳楠正陷入复杂的情绪之中。佳楠，你那个同学，邢董居然亲自陪他来吃饭了，真是不可思议。邢董推掉了集团所有事情，专门为了接待他。你这个同学为什么能有这个待遇？谁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他毕业后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很短的时间里就赚了不少钱，没准那家贸易公司就是在跟咱们集团做生意。就算是做生意，也不至于让邢董这样吧？那得是什么样的合作，才能让咱们集团都这么看重他？李佳楠的思绪如同乱麻，耳边的谈话声似乎成了一种背景噪音。如果当初我在他表白时就答应了，我的人生会不会完全不同？如果老天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会牢牢捏住他。佳楠，愣着干什么？邢董喊你过去呢。啊，抱歉，我走神了。他强打起精神，快步走向邢秀春。邢董，您叫我。你刚来咱们集团不久吧？有件任务要交给你，过几天我们要去签一份关于买岛的合同。既然你和小玲是大学同学，那就由你来跟进这件事吧。办手续时，你一起去。听到买岛2个字，李佳楠只觉一阵头晕目眩。买岛竟然要买一座岛，开什么玩笑？这才刚毕业多久，我还在为房租发愁，他已经开始买岛了。行，阿姨，这种事也不用麻烦他吧？特么的，这人是有什么特殊喜好吗？明显看我跟李佳楠关系不好，还安排他。邢董，您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吃完午饭后，灵药向邢秀春借了一台跑车，匆匆开车赶往机场。没想到刚进入大厅，便看到张敏站在那里。你不是说不来吗？没想到我妈先提前到了，我就打车过来了。切，还让我女儿打车，都什么年代了，谁家里没一辆私家车啊？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灵药，这就是我妈，你叫陈阿姨就行。陈阿姨您好，行李我来拿吧。陈阿姨并未表现出热情，将行李递给灵药后，顺势拉下了张明搂着灵药胳膊的手，随后目光仔细打量起灵药，脸上的表情带着几分冷意。听敏敏说，你年龄比她小，今年才刚刚毕业，也不是望海人，只不过打算留在望海发展。小玲，阿姨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但我确实不清楚你能给敏敏什么。妈，你说什么呢？小玲对我很好，你能别一见面就让人下不来台吗？不说就不说，对你好有什么用？对你好能当饭吃啊？对于陈阿姨的冷嘲热讽，灵药没有多说什么，随后开车载着他们回到了自己的新房子。小玲啊，你家里很有钱吗？怎么住得起这样的房子？灵药听后微微一笑，我开了家公司，运气不错，有人投了几个亿。几个亿？你真厉害。陈阿姨从震惊中回过神，随即语气变得更加亲切。你和小敏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妈，你说什么呢？我和灵药刚恋爱没多久，还没到那一步呢。此时灵药意识到情况不对，思索片刻后站起身。阿姨，我公司现在正处于创业期，事务繁忙，还有事情要处理，我妹妹一会儿会过来，陪着您和小敏一起逛逛。好，你忙你的，事业为重，家里的事不用管，敏敏都能打理好的。灵药点点头，迅速离开了房子。姐姐，明天我想跟着姐夫他们一起去郡城。你不是一向对下山不感兴趣吗？怎么突然想去郡城了？我觉得自己已经卡在6品瓶颈，想突破境界，进阶7品，光靠山里的狩猎已不可能，没有进步空间，所以我打算跟随下山的队伍去外面见见世面，
或许能找到突破的机会。这么快就摸到先天的门槛了，如果真的成功，你一定能成为宗师，我相信你会的。爹娘在天之灵也一定为你感到骄傲。放心吧，姐姐，我会保护你，也会保护整个村子的。第二天清晨，灵耀赶到仓库，准备穿越，走到大门外，就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跟了上来。你怎么也来了？此次前去长乐郡城，我要跟你们一起。你也去？你去干嘛？乖，我们是去办正事的，等回来给你买玩具好不好？宋思怡并未回应，但她的腰间长剑突然出鞘，把灵耀吓了一跳。思怡，把剑收起来，对着自己姐夫舞刀弄剑，像什么样子？我可以答应你下山的想法，但此行在外，凡事都要听夫君的，绝不能任性。夫君，思怡的身手足够应付任何危险，此行跟着你们一起，绝不会拖后腿。好好的一次出行，却要带着小姨子一起，这不是平白给自己找麻烦吗？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能怎么办？他无奈地叹了口气，男人之间的约定还未开始就已被打破。清晨的长乐郡城宝丰龙分号的后院内，裘安成顶着2个硕大的熊猫眼，听着分号掌柜的汇报。东家，这样下去我们撑不住了。对方最近频频刁难银票兑付，我们拿着银票去兑现，能兑出3成就算不错了。再这样下去，咱们的存银最多还能撑3天。不行，如果我们拒收其他地方的银票，宝丰就别想在长乐郡立足。要推广自己的银票，首先得赢得百姓的信任，而要让他们信任，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证明我们比其他地方更可靠。